卷王不清意外猝死，竟穿越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梁朝一位举人的独子，自此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。却不料6岁这年被告知他和农户陈家的孩子抱错了。回到陈家当天就被安排下地干活，因中暑在床上躺了2天才缓过来，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他发现只有科举一途可走。可现在陈家上下都在龚大房的长孙读书。想我前世身为顶级漫画家，卷生卷死，没想到穿越了还是一个牛马。弟妹啊，男娃不是你们这么娇惯的，都在床上躺2天了。咱这是农户，比不得那周家能养位少爷。阿燕在周家过的富贵日子，刚回咱家就因干活中暑了，总要让她养好身子吧。她在家躺着，田里的稻子难道能自个儿跑回家里不成？不抢着天时把粮食收回来，咱一家吃什么？合着这一大家子就靠我一个6岁的孩子吃饭吗？大嫂要是怕活干不完，明儿也下地来帮帮我们。我还要绣帕子拿去换钱给青梅读书，哪有空下地？等青梅科举考中了，你们3房也跟着沾光。现在吃点苦算什么？老陈家的规矩就是一定要供子孙读书考科举，3房就算不满也只能憋回去。我也要读书考科举。你以为咱是什么富贵人家？说读书就读书啊？咱家就供得起一个读书人。再说都去读书了，谁种地？那就全家供我读书啊！哼，你做什么美梦呢？我儿子读了10多年书，马上要考上童生了，你让我们放弃他来供你？都读了10几年书也没中童生，那不是更该把机会让给我吗？都站这儿干什么？家里家外的活全指望我这个老婆子不成？娘累着了吧？去地里摘菜可比不得你们闲聊累。哼！当年你男人的书都没能读下去，你儿子就更别想了。阿奶，当年是怎么回事？当年你爷爷靠着殷实的家底子，读了整整20年书，最终都没考中个功名，最后只能寄托在3个儿子身上。待到你爷爷去世，你大伯已经18岁了，就继承了你爷爷账房的活计，自然就让他当起了家。然而你大伯想供自己儿子读书，就把2个弟弟逼回家种地。你二伯忍不了如此不公之事，背着行囊离了家。你爹就一直供养大房到现在，连自己幼弟都下得了手，这陈德福够狠。看来想在陈德福手上读书，只能掀桌子了。阿奶，这么下去，我们3房出不了头。等你亲为个考中了秀才，咱全家脸上都有光，到时候肯定也会照顾你的。他们连我爹成亲都不愿拿银子出来，阿奶，你信他们以后会对我们多好吗？总不能因着我爹晚出生10年，我们一家2、3代人都要为大房当牛做马吧？卢氏神情复杂，并不再开口。陈燕也知道想读书不是一下能改变的，于是在晚饭时再次发难。你干什么？夹肉啊！难道你看不见吗？你堂哥读书费心血，你大伯每日去主家算账也费气血，他们俩都要靠吃肉补身子，你每天躺着吃的哪门子肉？奶奶是长辈，这家里的肉就该有她一份，不然传出去，大家还要以为堂哥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大梁朝与明朝的制度很相似，读书人极注重名节，正所谓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。大房是万万不能辱了陈清维的名声的。娘，阿奶该吃肉。邹氏再舍不得也不能辱了自己儿子的名声，只能将一口气咽下。只见陈燕的筷子又伸进那装满肉的碗里。爹要下地干活，不吃肉哪儿来的力气？随后陈燕又连加了好几块，碗的一个底就露了出来。你是饿死鬼投胎还是怎么？一双筷子装往肉碗里伸，天天活不见干，吃的倒是顿顿不落。你们大房能吃肉，我为什么不行？肉是我爹娘挣钱买的，就是没你的份。哼，家里的粮食都是我爹娘种的，我们3房种的粮食大家一起吃，你们大房买的肉1块都不分给我们，你们大房这家当的真够丧良心的，要不干脆分家吧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卷王不清意外穿越成一位举人老爷的独子，可没等他享受几年好日子，就被告知和农户陈家的孩子抱错了。为了能继续躺平，就向大娘提出要读书考科举，可大娘一家不仅不同意，竟还对他使出顶级阳谋。你今天在饭桌上干嘛拉着我？那小子都提分家了，你跟他闹起来，万一老3一家子话赶话真要分家，你自己去种地供青梅读书吗？切，他们还指望咱们青梅明年考个秀才，好叫他们跟着沾光，怎么舍得分家？再说了，以前的肉都是我们大房吃，3房也没敢吭声，怎么今天就得把那么些肉给3房吃？那个陈燕白天才跟你提要读书，被你给拒了，晚饭就以1碗肉朝咱发难，提出要分家。这小子在周家被养的心思深得很，往后肯定还有的闹腾。他一个6岁的孩子能想到这些吗？
你别忘了，养大他的可是周老爷，巨人老爷哪个不是人精？不过他在精明也就6岁，只要把他养废了，三房两口子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次日，邹氏就给陈燕画起了大饼。你青维哥是为了咱全家读书，是为了给咱老陈家换门楣。他明年就下场考科举，等他中了秀才，到时候也能送你去读书，日子也就好过了。不就是想先拖我个几年，等我彻底错过读书启蒙的年纪，这辈子也就只能跟爹娘一样给大房当牛做马。邹氏肯定没这样的心机，真得扶老登够阴的。大娘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最近要练字，你把堂哥的笔墨纸张都分我一些。你又没读书，你要练什么字？为了共青维哥，我几年都不能读书，要是连字都不练，这几年就荒废了。我以后也想为咱们老陈家换门楣。不就是一点纸和墨吗？给就给了，等粮食收回来，让老三送去县城卖了换钱，再给青维买好的。想到这些，邹氏回屋拿了3张纸、1支毛笔和半块墨锭给了陈燕。3张纸写不了几个字，大娘您该不会连纸都舍不得吧？那还是一家人嘛。纸贵，你青维哥平时舍不得买多了，家里只剩下这么几张。那我将就用着，大娘让堂哥明天多买点回来，我后天要用。陈燕并没有管邹氏，而是拿着东西回了房间。他知道以陈家现在的形势，想要获得读书的资格，一时是办不到了。他要在分家前尽量多赚钱，才能让自己以后能安心读书。如今《三国演义》画本卖得好，很多书坊一再翻印，要是画里面的插画，卖出去的可能性更大。等画完3张插画，时间已经过了6天。夜晚睡着了的陈燕却隐隐听到有抽泣声。你看你拉里拉的肩膀全磨烂了，腿也抽筋的不能动，可他们大房根本不把我们当人，连饭都不给吃饱，这还怎么熬得住？明儿我跟大哥说，农忙还是得吃饭，不能再喝米粥了。今天看到大娘和川哥躲在屋子里吃糕点，我趴在门口都闻到香味了。我在田里累死累活，可儿子却连块糕点都分不到，还干个什么劲？兴许只有1块糕点呢。昨天大娘还在屋子里煮了一锅肉，她和川哥2个人吃完了。爹，我也很会吃肉，我还会吃糕点，吃高粱饭。哼，我也会吃这些。孩子他爹，你会不会吃？陈德寿神情讪讪，想说什么，却喉咙发紧。孩子他娘跟着我受苦了。等我以后考上科举了，一定会让爹娘过上好日子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以前在周家的先生就夸我聪慧，以后肯定不会比我爹差。大娘却总骂我好吃懒做，可川哥比我还大3岁，为什么他可以不下地干活？村里9岁的孩子都能当半个大人用了，他儿子还在村里溜猫逗狗，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当家的，你忍心看他以后跟你一样拉梨吗？陈燕惊诧地看向柳氏，看到他眼底的泪花，陈燕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不到10天的时间，根本不足以让他和柳氏、陈德寿产生多少亲情，两人更像他需要争取的盟友。此时此刻，他发现原来柳氏不需要他多么努力，就已经站在他这边了。我爹若是没死，我不会过这样的日子。我儿子的爹还活着，他往后不会去拉梨。一直为大哥当牛做马，陈德寿又怎么会不愿？才10岁的年纪，他已经通读4书5经，却从一个文人变成了庄稼汉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起早贪黑。若不是他娘卢氏护着，他的日子会更难。如今再让他看着儿子走他的老路，他又哪里愿意？你也想送阿燕去读书吗？唯有读书方可不受风吹日晒之苦。原来不许我做那么多，爹娘就已经有将我托举上去的想法。可大伯大娘不愿意让我读书。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供，孩子他爹，咱自个儿过日子吧。可是娘还在，不好分家。在这个时代，分家是一件丢脸的事，只有爹娘长辈都去世了，兄弟才会分家担过。如今卢氏还在世，分家自然就不好分。看来想分家，还是要先搞定老太太。绘画天才穿越古代，画起了3国插画。本想着靠插画赚取银子，却无奈只有6岁的身体，根本去不了县城，只好把主意打到阿奶身上。阿奶，我爹2边肩膀1块好皮都没有了，昨晚腿抽筋的睡不着，再这么下去，身子怕是熬不住。如今农忙正是要命的时候，每顿喝碗清粥，谁受得住啊？所以阿奶，我们要想法子挣钱帮我爹娘补身子，只要你带我去县城，把我的画卖了就有钱了。你书都还没读，又怎会画画？阿奶，你太小瞧我了，我可是举人老爷养大的，也是他教我画的画，10里8乡都没有比我画的更好的。不信您看看。扯大旗的作用是显著的，一听到周老爷的名讳，卢氏就信了3分。
这话好看呐，人是人，树是树的，举人老爷养出来的孩子就是能耐。陈家湾离县城并不远，走路也就半个时辰能到。来到县城，陈燕并没有去最大的书肆，而是选了一个看着比较破败的书肆。以这位公子哥穿着来看，一看就不差钱。我画的桃园三结义，要看看吗？桃园三结义的各种插画我看了不下10版，还有什么可看的？我这幅画是宝贝，比你看过的任何一版都好。你要是不看，就损失大了。不就是刘关张结拜吗？还能画出花来吗？好画啊！见他有兴致，陈燕立刻将剩余2幅也拿出来，一张是3英战吕布，一张是火烧赤壁。原来插画还可以这般逼真，一幅画300个大钱，卖给我怎么样？以这家书坊的情况，能一张画给300文已经是极限了。要是这位少东家能将我的画卖出去，往后就能跟这家长期合作了。讲到这些，陈燕当即点了头，随后又给少东家提了个醒：若要刊印《三国演义》，可将这画作为封面。如此好画做封面，被弄破了岂不是可惜？若是这画放在书内，个人又怎么能知道？有道理。3张画就换了9钱银子。回家的路上，卢氏看着陈燕，简直就像在看戏文里的招财童子。等祖孙俩走回家时，已经到傍晚了。简单吃完晚饭，陈德福把一家子都留了下来。高家老夫人上个月去了，高家那位侍郎前几日回乡丁忧了。高家在平兴县可谓第一家族，我打算让青梅拜这位高大人为师。那样的大官怎么会愿意收青梅当弟子？青梅天资聪颖，必定前途无量，只要见到侍郎大人，定有机会。而且我已经托关系结识了高府的一位管事，只要他帮忙，在高大人出门时让青梅碰上便可。只是如今找高管事的人极多，这帮谁不帮谁，就要看各家的诚意。那大哥的意思是，高管事说了，要100两方才愿意帮忙。100两，这不是抢钱吗？那可是高家，还是侍郎大人，若能拜入他名下，往后青梅考县试，县太爷肯定要多加照拂。到时候要是青梅考个秀才，甚至中了举，那就是彻底光耀门楣，圆了祖祖辈辈的心愿。可100两银子实在太多，我们哪里拿得出来？这些年你大哥每个月发工钱，加上我绣帕子挣的，一共攒了33两银子，再卖些田地凑一凑也就够了。家里一共也就只剩下16亩田地，要是卖了，咱们吃什么喝什么？等青梅有了功名，还怕没田地吗？谁能说得准什么时候考上功名？有高侍郎的指点，我肯定很快就会考上秀才的。三弟，爹一辈子都在为咱们读书努力，临终交代我们一定要供出一个举人。如今机会摆在眼前，你究竟舍不舍得？当家的，爹的遗愿，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。可田地也是爹留下来的，不能卖。田地归我们大房管，你凭什么不愿意卖？家里是大哥大嫂当家，可田地也有我3房一份。我看你们就是想让你们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取代青梅读书，好叫我们大房都供他。陈德寿，你就是表面看着老实，其实一肚子坏水。大嫂这话说的丧良心，每次吃饭你们大房捞干的吃，我们3房喝稀的，这些我们都忍了，你们还要卖田地，你们这是不给我们孩子一条活路。够了，你们要反了天不成？分家吧！大伯卖自己的田地，没人会拦着。分家吧！对，分家。这是老三你的意思吗？才10岁的年纪，他已经通读4书5经，准备下场考县试。可大哥为了让他侄子读书，硬是把他一个文人逼成了庄稼汉。如今面对自己儿子，也要走自己的老路。老实了半辈子的他，总算学起来反抗。大哥，分家吧！好，好，好，你要分，那就分。当家的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不能分啊！3房觉得分家了，自个儿能过好日子，我们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分了更好，我也用不着顾念他们。娘，3叔3婶这是看扁了我，觉得我考不中功名，不愿意供我了。娘，您有何必求着他们？等我儿考中功名，你们别来沾光。哼，我们往后就算要饭，也不会要到你们家。如此一来，分家算是彻底定下，剩下的也就是如何分的问题。第2天傍晚，陈德寿就把族长请来了。你们娘还在世，兄弟俩不分家是最好，一旦分了，往后就是2家人，这情分也就淡了。三弟如今年纪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当大哥的自然也不好拘着他。老爷子去得早，老三一直跟着老大，如今三儿也是当爹的人了，该当家做主了，总不能一直让老大管着。杨还在世就闹着分家，也可以挂上不孝的名头。卢氏不愿意让3儿子得个坏名声，这么一说，就把3儿子给摘出来了。树大分枝，既然如此，就好好说说这个家怎么分。
家底子大家都知道，16亩田地，3间青砖大瓦房和2间土坯房，现银是33两。爹临死前叮嘱我要抚养2个弟弟成家，我是尽心尽力。如今老三成家生娃了，倒显得我这个大哥刻薄了他。这已经是陈德福第2回往陈德寿身上泼脏水了。可陈德寿夫妻还不能还嘴，不然就真的应了陈德福的话，养出个白眼狼。大伯，你不要怪爹，是我晚上饿得睡不着，想跟2位堂哥一样吃干的，才想分家。您要是不愿，我们不分了。咱家粮食不够，我去周家找我爹娘借粮食，等我长大了再还给他们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在这儿胡乱攀扯，咱家何时亏待了你不成？小子从小就被周举人教导，所谓成其义者，无自欺也。这话一出，族长难以置信地看向陈燕。此句出自《大学》，意思是所谓真诚的意念，就是不自我欺骗他。像陈燕这般大的孩童，一般都还在学300千。陈德福读过10几年书，自是知晓话里的意思，当即涨红了脸。哼，你别以为抬出周举人就能胡说八道。闭嘴！哼，无知至极。陈德福气得浑身发抖。如今正是分家的紧要关头，邹氏一直犯蠢，实在是把他的脸都丢尽了，便催着陈清伟赶紧将邹氏带走。燕儿，你如今学到哪儿了？小子只学完了300千。那你如何知晓大学中的语句？周老爷常以圣人言教导小子，小子便记住了。不错。内姓不就下一句是什么？夫何忧何惧？族长，我们还是先分家吧，再让族长考下去，恐怕这家产都要分一半给陈德寿了。族长见到如此好一个苗子，心中欣喜，就想多考几句，却被陈德福当众阻拦，心里对陈德福便多了几分不满。你是大哥，这家如何分还得你拿个章程出来。家里只有我和德寿，东西一分为2，一人8亩田地。北寿要种地，家中农具都给他，还有家中的粮食也一分为2。只是我们大房要供青梅读书，花销大，银子便要多分些给我们。3弟就吃点亏，当为咱爹尽孝。等青梅考中功名了，不会忘记你这个3叔的。我不同意这个分法。咱老陈家有3个儿子，老二德禄虽说出去了，总有天会回来，家产也要给他留一份。德禄离家10年都没回来，他是往后也不会回来。若我死了，德禄还没回来，他那一份就分给大房和3房。老三家的，你们答不答应？陈德寿和柳氏自是不会反对。卢氏又看向族长，族长，您说老婆子我这话在理不？德禄虽未归家，也是咱陈氏子孙，这家产自是要分他一份。若如此分，青梅还怎么考科举？娘，青梅可是老陈家的长孙，您要逼着他回来当个庄稼汉不成吗？青梅是我孙子，可德禄更是我儿子，我不能让德禄回家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。您就这么见不得青梅好吗？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既是分家，也该分到父辈，又岂能以孙辈为主？既知是父辈分家，又岂有你一个小辈说话的份？阿乃被人欺辱，孙子又怎能充耳不闻？青梅有你这个爹为他盘算，就算你们熬不住，最多也不过是不读书。德禄要是没分家底子，那就得饿死。族长，青梅读书不只为了我们大房，也是为了陈家，为了整个陈族。族长动容，老陈家那位知府在世时，整个陈族在10里8乡都是望族。后来一直没小辈能读书读出来，陈族便越发示弱。附近村子和其他家族的人想尽办法欺压陈族，憋屈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族长考中童生。想要让一个家族兴起，一个童生是远远不够的，最少要出一个举人，而中举急需天分。族长的目光落在陈燕身上，这孩子虽小，出口便是圣贤言，还能宠辱不惊，单是这份能力就比陈青梅强上不少。如此天资，往后若能坚持读书，能走得比青梅更远。既是分家，应该公正，没得道理，往后还要兄弟一直吃亏帮你们。陈德福气的嘴唇都抖了，可又不敢对族长说什么，只能咬紧后槽牙忍下。家中的田地3兄弟均分，1人5亩。陈德禄的5亩由卢氏管着，剩余1亩分给卢氏养老，33两银子，一家10两，其余3两也归卢氏。3间青砖大瓦房正好一家一间，德禄那间由你们娘住着，明个儿拿着田契地契去县衙更名。随后族长又走到陈燕身前，眼中闪过一抹赞赏。你既已启蒙，就该入学院读书，这县城有好几家书院，都不如高氏族学。你尽力试试，若能考入，苦读10来年，或可中秀才。谢族长指点。绘画天才穿越古代，只靠3张插画就赚了9钱银子，这可把务农半辈子的父母高兴坏了。这是阿燕卖画赚的，这几日忙着分家忘了给你。
阿燕，快把画给我们瞧瞧，是什么样的画，竟能卖3000银子一张？刚卖了3张，我还没开始画呢。那等画好了再看也行，你也不用着急。娘往后一个人也别做饭了，与我们一同吃吧。我自个儿吃就成，都分家了，又和你们一块儿过，村里人该说你大哥不孝了。轻微还要考科举。如今我手上有10两银子，再加上燕儿卖画这酒钱，以及自己以前攒的，有11两，可以送燕儿去学院读2年书了。等农忙完，当家的你去县城打听打听，那高氏族学什么时候招生吧。高氏族学每年都是正月16招生，要等明年才能考，娘不必着急。那就把燕儿送去附近哪个私塾，让他多读半年书。私塾多是幼儿启蒙，燕儿已做完启蒙，送去也是无用。既然不能去私塾，那就自个儿多背书，多练字。吃完饭，陈德寿就搬了一块青石板和满满一木盆的水，就让陈燕沾了笔墨在石板上练字。既要读书，头一件事便是要吃的苦中苦，先将这盆水写干了，再去纸上练字，必能事半功倍。爹是不是舍不得花钱给我买笔墨纸张啊？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科举一图本就难如登天，若连此等困难都无法克服，又如何能登上天梯？当年我兄弟3人出读书，也是在石板上练字。在卢氏的作证下，陈燕没再多画，不过他并没打消对他爹舍不得钱的怀疑。转眼10来日过去，陈燕又画好了5张插画，便又来找到卢氏。阿奶若是没事，我们去县城一趟。可是又画好了。是的。半上午的太阳毒辣得很，卢氏在湖边摘了2片大荷叶，反扣在2人头上遮阳。祖孙俩到县城时已是热气腾腾。家里没水给你喝啊，非得来县城花钱买茶，白白费钱。陈燕并不理他的絮叨，再来一碗。待到茶水端上桌，陈燕却推到卢氏面前。你不喝吗？我肚子已经喝饱了，这碗是给阿奶您买的，您要是不喝就倒了。陈燕那无赖样将卢氏气个半死，可又舍不得真把茶倒了。一个铜板就这么喝没了。这次陈燕去的是县城最大的书肆，书肆伙计却一瞧见他就认了出来，热情地将卢氏和陈燕往内示意。不一会，一位40多岁的、长相极为端正的男子走了进来。老嫂子可是来卖画？卢氏连忙点头应是，让陈燕将画交给掌柜。这。掌柜收嘛？收，价钱合适就收。书香斋掌柜欣喜地又翻看起第2张画，便是掌柜博览群书，瞧见这等香艳画面，鼻子也痒得厉害。隔壁的莫竹轩因着给《三国演义》加了3幅画，门框都快被客人挤破了。他便特意叮嘱那些伙计，一旦瞧见那对祖孙了，赶紧请进内室好生招待。再将剩下3张看完，掌柜已收敛了神情。不知你们这些画要卖多少钱？我们不懂市价，掌柜可先开价，若合适便卖，不合适小子和阿奶再去别家问问。我是诚心想买，1张4000银子如何？成，一共5张，就是2两银子。我要买些纸张书本。随后陈燕就买了本《论语》，1块墨锭，1刀竹纸，外加1支毫笔，一共花了1两1钱银子。可刚出门又碰上了那天的小公子。你有了画镜不卖给我，怎么反倒卖给这书香斋？你们铺子不愿刻印新书，我自是不会给你们增加负担。谁说的？我们铺子如今的生意红火得很，兄台如何称呼？陈燕。我姓孟，名永长，既已相识便是朋友，往后若再有画都卖给我，我定不会让你吃亏。刚刚书香斋可是以40001张画收的，我给的价只高不低。你别看我这书肆不如书香斋，我家很有钱，而且也颇有势力，在这平兴县没什么摆不平的事。你若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哥哥说。那我想去高氏族学读书。兄弟，你别为难哥哥，高氏族学每年只招收10名学生，太难进了。还有我拿你当兄弟才告诉你，高侍郎丁忧，圣人并未夺情。所谓丁忧，即大梁的臣子长辈去世，臣子回乡守孝3年，而夺情就是天子不允臣子的丁忧折子，留臣子继续在朝为官。高侍郎贵为3品大员，天子竟不夺情，这是全然不顾高侍郎的颜面。一旦高侍郎彻底倒台，高侍郎那些政敌必会对这些人进行清算。若是无心卷入朝堂派系争斗，我这等小人物死都不知怎么死的。回来的路上，陈燕与卢氏坐的牛车，然而陈燕并未回家，而是带着卢氏去了周家湾。燕少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，老爷夫人日日念着您呐。老爷可在家中？老爷听说您回来，特意在书房等着您。将卢氏交托给门房，让其好好招待卢氏。陈燕才径直去了书房，舍得回来看看了。我和你娘还以为你忘了周家还有老父老母。
周老爷，你今年不过26岁，还不到而立之年，实在谈不上老。世人常说，而立之年中举就是天纵之才，如周荣这等弱冠之年就中举的，更是凤毛麟角。这也是陈燕一直躺平的底气。我回来多了，亲爹娘该伤心了。你看你不也没让周继白回陈家看看吗？陈燕面对周荣比面对陈的寿时要放松许多，两人寒暄一会儿，陈燕就将自己探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周荣。你从何处得知此事？一位朋友，我并不知真假，还要周老爷你自己去查。若此事为真，周老爷你怕是要尽快从高氏族学出来。在古代，臣子长辈去世，官员要回乡守孝3年。凡是臣子上奏丁忧，天子不允，不允的折子越多，则表明越被天子看重。可高侍郎贵为3品大员，天子竟然一次应允。得知消息的陈燕第一时间告知在高氏族学教书的举人老爹。若果真如你所言，季白就不能再入高氏族学了。我本来也准备明年考高氏族学，现在来看也不能去了。得知陈燕也准备读书考科举，周荣大喜，到底是自己养了多年的孩子，周荣哪里愿意让陈燕吃那农夫之苦，当即从书架上将西书5经全交给陈燕。里头是我多年读书所感，你拿回去多看看。一套书入手，陈燕只觉得沉甸甸的，经义要靠人讲解，也正因如此，授业恩师堪比父恩。谢谢爹。不若你拜我为师吧。不行。为何？我的学问可是冠绝整个平兴县，只要我开口收徒，不知多少人要抢破头。我们既为父子，关系本就牢不可破，这恩师之位自要留给他人。在大梁，师徒关系可比父子，是极重要的人脉。他虽回了老陈家，可跟周荣的6年父子情还是在的。臭小子比爹看得通透，往后若是入朝为官，也必能如鱼得水。你且好生将这些书背下来，我所做的经义也都要背，有不懂之处再来问我。陈燕自是答应，二人闲聊片刻，周荣的夫人将是急匆匆赶来，瞧见陈燕瘦了飞了，心疼的红了眼。阿燕，娘给你做的衣服和鞋子里面还有一些吃食。谢谢娘，那我和阿奶先回去了。阿燕，你们怎么回去？当然是开车回去。哟，阿燕，你买新车了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没有，我买的二手车。二手车在哪买的？贵吗？不贵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宝马，才花了6万6。这么划算靠谱吗？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，车况一目了然。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，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。那等会我也去看看。晚饭卢氏是和3房一同吃的，实在是姜氏给的吃食太多。卢氏将周继白在周家读书的事说了，又说他白胖了，身上穿的都是细棉服的衣服。继白往后日子必过得好，只是阿燕要跟着我们受苦，咱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陈德寿没把他这话放在心里，直到卢氏又拿出9钱银子，他傻眼了。9月底，周荣就将陈燕喊进家里，与周继白一同跟着刘先生上课。本想低调一点，可周继白时时都想压他一头。刘先生不止背10句，周继白必要多背1句。你为何不能学继白，反倒要如此怠惰？这么卷是吧？那就别怪我欺负小孩了。你背11句，那我就背12句。当陈燕连着默写出12句，并一字不差时，周继白懵了。那一整日都是浑浑噩噩。臭小子，放继白一条生路吧，他已经连着好几夜只睡2个时辰了。就连刘先生最近也有些精力不济，想与我请辞，被我好不容易留住了。他定要与我比，我若是输给他，会很没脸面的。每日背12、3句也就罢了，若有空闲就多练字，莫要让继白知晓，也就是了。读书一途本就需下苦功，容不得半分懈怠。周荣并不愿压制陈燕，这也是顾全2人的折中之法。周继白的天资好，陈燕也并不想毁了他，当即便有了个想法，将《论语》画出来。自陈燕来周家上课，陈德寿便日日接送，边走边领着他背书。到家时，就见邹氏端着碗香味浓郁的鸡汤走出来。阿燕回来了，大娘是有什么好事吗？你亲为哥要去高氏族学读书，我特意炖纸鸡给他补补身子。三弟，不是做大哥的说你，人要向前看，别老盯着脚后跟。高氏族学不是开春才收学生吗？咱的亲为这会儿进去了，旁人自是去不了，可我跟那高家的管事关系好，虽不能亲拜高侍郎为师，入族学还是能办到的。若想将阿燕送进去，说声便是，你我兄弟，能帮一把我也是愿意的。陈德寿颇为心动，回到屋就找柳氏商量。10两银子虽多，却能给阿燕谋个好前程，也是值得的。加上阿燕挣的，咱手头也不过15两，交10两出去，剩下5两交束修，买笔墨纸砚怕是都不够，这往后该怎么办？爹娘，那高氏族学已经不是好去处了。随后他将高侍郎失了圣心的事说了。若是以往高氏族学风头正盛，莫说10两银子，便是出100两，也要等到年后开春时才能进。高氏族学如此行事，怕是高氏一族里没落已不远了。
可高家除了高侍郎，还有好几位在朝官员，这门楣还是高的。高侍郎就是高家的天，底下那些不过是在他的庇护下方才能将官当得安稳。如今高侍郎倒了，那些官员的位子就会被盯上，他们只会渐渐被排挤出去。那高家就这么败了吗？会不会败，要看高侍郎所在派系保不保，对方派系出手是否狠辣。吃完晚饭，陈燕便开始着手绘制《论语》，院子里却传来陈德福的怒声：“你自己舍不得钱就罢了，竟还要拦着我！我青梅就要去高氏族学，谋个好前程。”我好心提醒，你不信就算了，我有问心无愧。秋去冬来，陈燕几跟着周荣学完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，而他的《论语》漫画也画完，便又领着卢氏去了县城。你可算来了，这次画的《三国演义》还是女妖？此次是《论语》为何是《论语》？你看看便知。这一看，竟就入了迷。此次陈燕并非与以往那般，而是画的格子漫画。他为每句圣人言都设计了一个小故事，人物形象生动，对话也都是日常用语。孟永长不知不觉就将纸张翻完。怎的只有这么些？这学而篇就有16个小故事，我先送与你瞧瞧，若你愿意收，我再画剩下的。你画的极好，我全要了。你尽快将剩余的都画出来，我有预感，此书能卖上100册。陈燕并不吃他画的饼，并索要了10两银子的稿费，以至于过年时其他人都在休息玩耍，他将自己锁在屋子里挥舞笔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陈燕天天往周家跑，学习进度倒是一日千里，只是家中的气氛比此前差了许多。陈清为县试未中，不止陈清为，高氏族学下场考试的学生全都未中。气不过的陈德福冲进了陈德寿的屋子，责问往日千金难求的高氏族学名额，如今10两纹银便可轻易购得。殊不知这背后藏着致命陷阱，深陷其中的陈德福却将祸事归咎于三弟。当家的劝过你莫要将青梅送去高氏族学，你不听就罢了，怎么还怪上我们当家的？真要想劝，就该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。他一个字都未与我讲，就这般看着我们青梅跳进火坑里，我又能知道什么了？去年你们还一心要让陈燕去考高氏族学，为何又不送他去了？怕不是周老爷跟你们说了什么？青梅哥是由大伯送去高氏族学，若要怪，也该怪大伯自己。人往高处走，又哪里有错？我爹一次次阻拦你，不要将青梅哥推入火坑。你认为我爹是见不得你们好，这不是固执己见又是什么？若我是大伯，该尽全力想法子将陈青梅退出高氏族学，免得越陷越深。大哥瞧不起我，听不进我说的话。青梅到底是我侄子，我还是再劝一句，听阿燕的，早些脱离高氏族学。转眼又过了1个月，周荣重新为陈燕和周继白寻得一位夫子。周老爷，拜师于我而言会不会太早了？若要拜师，也该在他有个秀才功名之后啊。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以你的才智，往后必能入官场。若你早早站队，将来依附之人一旦倒台，你必会受到牵连。我已深受其苦，不能脱身，只能护着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。弟子明白了。正值春耕，我实在忙碌，若他们2人愿意，就随我一同下地吧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两人天天去帮杨夫子干活，直到1个月后，那两孩子表现如何？两人吃得了苦，有恒心，有毅力，且并不偷奸耍滑，很不错。这2弟子我收下了。那我就将他们2人托付给杨夫子了。你不过高氏族学一位夫子，想退还来得及，又何必如此执着？当年我爹娘去世，家中资产均被同族侵占，险些弃学，是高夫子怜惜，找高家免了我束修，更是每月自掏腰包买笔墨纸张与我，供我吃食，才有了如今的我。我承恩高氏，又如何能退？他们2人我会好生教导。那我就提前恭喜你收了2位好弟子。我那独子天资不输我，养子无论记性还是悟性，都是我生平所见最高之人。要不是我无力护着他们，定是舍不得交给你的。以周荣的性子，普通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。没想到这俩孩子竟然能被他如此推崇。现在已经到饭点了，就留下来一起吃点吧。正值春耕，就不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已经点了炸鸡和汉堡，一起吃点吧。好香啊，这汉堡不便宜吧？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。不贵的，你别看我点这么多，其实才花了20多。这么便宜，在哪里点的？这是我在美团拼好饭点的。最近我发现，像蜜雪冰城、沪上阿姨、塔斯汀以及华莱士等越来越多的大品牌都入驻了美团拼好饭。虽然价格低，但是品质有保障，性
性价比更是没得说，不仅可以吃正餐，各种奶茶小吃应有尽有。太好了，一会我也去看看。从这一天起，陈燕和周继白正式拜入杨夫子门下。直到半年后的一天，周家的小厮冲进院子，打破了平静。不好了，周老爷下大雨了。娘，我们去找高家，他们或许有办法。你们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特意交代过你们不要参与进去，田地就留给季白，可衣食无忧，3代以后又能读书科考。家里的银子给阿燕，可供阿燕读书，往后就靠你自己去争功名了。我不要，这是你爹留给你的，为何不要？爹只是下了大狱还能回来，为何要提前分家产？你们爹说过，若高家有办法，他们自然会救；若高家没办法，就算我们上门去求也没用，还将最后一点情谊给磨灭了。周夫人难得强势了一回，当即派人将东西和陈燕一起送回陈家。而陈家气氛此时也有点压抑，陈清为身为参加科考的高氏族学的学生，也被抓去了府城。于是陈燕把主意再次打到阿奶身上。阿奶，我有办法救青为哥。你一个小孩子又能有什么办法？若能去高家，我能说服高家人将他们救出来。你要真能说服高家，为什么周夫人要拦着你救周老爷，还特意交代你爹娘不让你去县城？我去高家，有可能会得罪高家，影响我的前程。周夫人心疼我，不让我去救我爹。可跟我爹和青维哥的命比起来，前程又算得了什么？陈燕说的慷慨激昂，也彻底打动卢氏想救长孙的心。于是卢氏再次陪陈燕去了县城。小子是周荣周举人的儿子，求见贵府老爷。我去通报一声，主子在不在我就不知了。若不在，小子去东阳便是。他们会见咱们吗？总要试试才知道。两人在门口等了差不多2炷香的时间，角门再次被打开，有个小厮将两人领进了高家。见过二公子。你跟我说说，怎么知道我？家父曾说过，二公子善垂钓，这才就有此猜测。周荣从小才治过人，他的儿子倒也不遑多让。今日见我，可是想救你爹？要救我爹，更要救高家。周荣涉及科举舞弊，与我高家有何干系？我爹一心要报恩，可高家却把我爹当作牺牲的棋子。树虽是往上长，能不能抵挡风雨，却是看根在地里扎了多深。一旦根腐烂了，纵使大树如何枝繁叶茂，也是枉然。是谁教你说的这些？夏季炎热，小子常靠着树乘凉，有感而发。只是个幼童，倒是颇有胆识。将腐烂根须切除，就可保住完好根须，大树依旧向天生长。一旦腐烂开始，就会散发气味，引得虫蚁镜相围过来啃噬。到时莫说坏了的根须，就是好的根须也会被啃食殆尽。大树根须即有腐烂之香，要是不切除，只会引来更多虫蚁。大树招风，即便不腐烂，也会招惹虫蚁觊觎。只有在被盯上时，或下药驱虫蚁，或引来鸟啄时，方可保全。可曾读了书？读了西书，也学着做了几篇文章，该择本经了。依你的机智，大可入高氏族学读书。小子不敢，先行告退。咱好不容易见着人了，你怎么一句也不提你堂哥，光跟他说烂树根的事？我几经说过了。那高二公子答应救人了不？他应该是愿意的，可这事由不得他一个人决定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高家的消息没等来，却等来了周氏族人。陈燕在哪儿？给我滚出来！才10岁的年纪，他已经考上童生，准备下场考院试，却不料爹娘去世，家中资产均被同族侵占，险些弃学。如今为报恩锒铛入狱，可家中同族又盯上了他的家产。西叔公怎么来我们陈家了？你姓陈，我姓周，谁是你西叔公？别乱攀关系。哦，那老头，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做什么？你竟然对西叔这般不敬，周荣到底是怎么教你的？我爹不会教我带着一帮人去别人家惹事，你们已经混不下去，落草为寇，要来我们家抢劫了吗？分明是你抢了我们周家的东西，趁着周荣被抓，把他家里的书和银子都搬来。东西是我爹给我的，以前那些东西是我爹的，现在是我的，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周家的东西？分明就是你买通恶仆，将东西搬走，竟还说是周荣分给你，如今被我们识破了，赶紧把东西都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你们这么多人闯进我们家，想抢劫不成？陈燕侵占了我们周举人的银钱和书本，我们来找他拿回去。那是周举人给我儿子的东西，跟你们有什么干系？
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周氏的，我们和周荣才是同族，你们陈家湾一个外姓还想抢吗？周老爷的马车送东西来时，我们可多看见了的，这要让你们拿走，以后附近10里8乡谁还把我们陈族放在眼里？别跟他们多话，先揍他们一顿再说。慢着，我们虽说在你们陈族的地盘，可咱们是来拿自个儿的东西，你们也别欺负咱周族没人。你们周氏都欺负上门了，还指望我们以礼相待吗？车爷，那些书和银子是怎么来的？是周举人分给我的。我们孩子说了，东西是周举人给他的，那就是他的东西，谁敢来抢，我们就废了谁。哼，我们走。人不大，胆子不小。小子乃是陈氏族人，若胆小怯懦，岂不是丢了我陈氏一族的脸面？往后遇到此事，该先去族里喊人。你一个孩子，在他们面前怎么自保？这是在咱们陈家湾，叔伯大爷们瞧见动静就来了，他们根本不敢动我。阿燕说的不错，要是他在咱陈家湾都被人欺负了，咱族里男子们到哪儿都抬不起头。在咱自个儿的盘上，可不就是有底气吗？小子再次谢过大爷、叔伯们的相互之情，不用客气，都是应该的。这小子竟然比我还会拉拢人心。5月底，镇江省按察使司亲自接手科举舞弊案，严查之下，高氏族学的夫子与学生不过是受了牵连，自是已无罪论。阿奶说你去高家给高二公子讲了如何种树，我就被放出来了。高二公子喜欢种树吗？阿奶说的对。这次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不用谢，你本就是蒙受冤屈，不该被关。你若有空，还是去看看周老爷吧。周老爷怎么了？他是涉案最深的人，总要多受些苦。陈燕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等真正看到床榻上躺着的虚弱的周荣时，陈燕的心还是凉了半截。那府衙到底是什么可怕的地方？不到2个月就将一个意气风发的举人折磨成这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家中小厮从外面进来，小声跟周夫人禀告高家来人了。老爷还在睡，无人接待怎么是好？娘，孩儿是周家的子孙，这接待事宜就由孩儿来吧。我和季白一起去，2个人有个照应。行，你们就派2个小孩来招待本省吗？周荣人呢？老爷在府衙大狱中受了寒，还起不了身，刚喝完药睡下。我当他是在考会试，原来是忙着睡觉啊！还请高公子慎言。周荣好歹是个巨人，你又算什么，也配来招待我？我去高府见高二公子时，并未被冷落。七公子如此瞧不上我等，想来应该是有功名傍身，不知是生员还是举人。我后年就要下场考县试，到时自会挣到功名。那七公子又怎能断定我们以后挣不了功名？须知科举一途，本就是朝为田舍郎，目登天子堂。那我就看看你们后年能不能中县试。我们走，将东西一同带走。这可是我们高家送来的，你竟敢不要？我家清贫，受不起这些东西。你们是想与我高家断义吗？七公子如此羞辱我兄弟2人，若我们还收七公子送来的东西，我兄弟2人岂不成了软骨头？七公子要是不拿走，我兄弟2人只能亲自将这些送还给2公子。带走。即便再对高家不满，也不该趁着爹病中断义。爹是为高家受苦，可高家又哪里把爹放在眼里？何必热脸贴冷屁股？爹还好好的，不用你过早担起重担，这些事该大人费心。若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把七公子往死里整，谁来整谁。后年下场吗？高七公子已经下了战帖，若不应战，岂不是显得我们是软脚虾？只是我们如今连诗文都不会写，想要参加后年的科考，必要脱一层皮。与这2个月西叔公他们天天来家里闹的日子，脱层皮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有爬得足够高，才能不被人轻易羞辱拿捏。二哥，他们实在不知好歹，咱家亲自送去的东西他们都退回来，实在不把我们高家放在眼里。即日起1个月内不许你踏出家门半步。明明是他们的错，二哥为何要把我禁足？不过一个施恩之举，你竟也能办砸，实在是我等对你太纵容了。周荣为我高家在大狱走了一遭，你竟还去他家羞辱他，与我高家名声是大大的损害。此为你一过。陈燕不过7岁，就敢上门和我论进退之道，此等天资本该拉入我高家门下，你竟贸然树敌，此为你2过，2过并罚，只禁足你1个月已经很宽容了。这个弟弟终归还是被祖母护得太好了，以为凭着点聪慧劲就能傲气吗？殊不知多的是神童泯然众人。你们看看我的脑门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是脑子里装满了学问吗？
是寸草不生的脑门。你们再不给为师放个假，为师就要秃了。自从两兄弟和七公子打赌后，就憋着一股气，每日击打鸣就起来背文章。上午听杨夫子讲解经史典籍，晚上还要写2篇文章。将近年底，两人就将5经通读完。周继白跟着杨夫子选了诗为本经，而陈燕选了春秋。于是杨夫子也开始了钻研起了春秋，就连夜间两人睡下了，杨夫子也在挑灯夜读。陈燕最近为师实在熬不动了，所以我决定带你们外出踏青，去寻找一下灵感。夫子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如此大好春光，该来发愤图强。那脑门不过3000烦恼丝，掉了也就掉了。夫子孤身一人，何须介怀？你还在长个子，日日费心写读书，小心以后长不高。我要去晒太阳，长个子了。杨夫子领着他们去的是附近一个小文山，而好巧不巧，那位鼻孔朝天的高七公子也在。哦，这不是陈燕吗？修远兄，这位是？他姓陈，名燕，虽未考中族学，却自认才华横溢，明年要下场参加县试，放下豪言会赢了我呢。谁不知修远兄的才学是1等1的好，他怕是要踩着修远兄为自己扬名吧？若真有才学，早就扬名了，哪里还需要使这等手段？陈燕文采斐然，将来必定扬名天下，何须踩他人？那就作诗一首，让我们评判一番，看看究竟有没有文采。何须他出手？我这个才学远远逊色于他的人，作一首足矣。周继白虽在志意上比陈燕差，诗词意图却是远胜陈燕。等周继白的诗写完，亭子里就有人酸溜溜道：“不过如此吗？比修远兄的诗意境差远了。明明是我的诗做的比高修远更好，可你们这些人竟昧着良心贬低。原来才名远播的高七公子，竟只敢跟8岁孩童比诗词啊！你们不是自诩才华出众吗？怎么又拿年纪说事？高七公子大可四处宣扬，你作诗赢了8岁孩童，我必自认输给了你。县试可不管你的年纪，我看你明年能不能中县试。我们走。阿燕的战斗力实在强，吵架一旦自证就输了，要以攻为守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我要在小本本上记下来。之后的日子里，陈燕和周继白在杨夫子那里每日刻苦学习，眨眼就到了年底，杨夫子就给陈燕2人放了10天的年假。而年初1这天，孟永长来到陈燕家里拜年，得知他正在画孟子。自你的漫画《论语》大卖后，其他书坊不知从哪儿找了人，把新书都画了，还卖得很不错，我都买来看过。画工粗糙，故事简陋，与你的完全不能相比。你要是再画孟子，肯定能把其他人全压下去。作为21世纪的漫画天才，在这里画这种小儿科的玩意，那不还是手到拈来？陈燕，不知你画的这个孟子篇的插画什么时候能画完？我只有10天的假期，这段时间内只能画完5篇，之后我还要回杨夫子那里读书，剩下的只能等我考完县试后再继续画了。那行，因为你之前画的《论语》大卖，那你画完这5篇，我先给你100两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县试后我一定会把孟子画完，到时候我科考也不用为钱发愁了。过完年后，县衙就贴出了县试的告示，县试2月初9举行。杨夫子帮着两人找领生和互保的考生，便让两人在家自主备考。才读了2年多书就下场考县试，你们这是钱多烧的话啊！杨夫子说阿燕的文章火候到了，让下场试试。那杨夫子他要是真有能耐，怎么不去书院当先生？肯定是没书院要他，自个儿在家里办私塾，别人都不愿意去。他假装夸你儿子有天赋，把你们骗得高兴了，让你们送钱给他花泥。周举人都夸赞杨夫子满腹才学，看来大娘比举人老爷还懂了。我们青伟读了10几年书才改下场，你还能比我们青伟资质高？我是为你们好，才提醒你们省着点钱，光是宝银就要2两，加上吃的住的，考一场县试少说要花3、4两，你们这就是把银子丢进水里不起头。哦，还好我家有钱，读书花销大得很，你家的钱经得起造吗？哦，还好我会赚钱，刚赚了100两呢。光顾着画画，能有多少心思放在读书上？我们青伟可是在高氏族学读书，都是学问极好的先生教导，这次指定能中童生，保不齐还能中秀才，吃皇粮，你等着瞧吧。报考当天，陈燕是和陈青伟一同坐牛车去县城报考。等陈燕从县衙领了凭证出来，而转角处的马车里，高2公子对新任县令陶都笑道：“他就是我与县尊大人说的陈燕，年纪虽小，却颇为机敏。此子虽读了些书，思想却异于常人。若真让他考取了功名，将来闹出什么事，怕是要连累县尊大人啊。” 2月初9，卷王陈燕终于迎来了第1场县试。县试一共考5场，1日考1场。尼玛，这是分到册号了！
肯定是高家人使绊子了，只能速战速决了。随着云板响起，第一场县试正式开始。学而不思，则枉以为只是读书，却不思考，就会茫然迷惑。作为县试的题目，就说明县尊大人有劝学之心。既然县尊大人要劝学，那我就好好论述读书，把读书思考的重要性给拔高，拔高再拔高。午时刚过，陈燕就将3道题做完，便提前交了考卷，来到龙门等候。这一等，半个时辰就过去了。修远兄如此早便交卷，必定是臣族在兄，此事下案首非修远兄莫属。此题被考了许多回，遗出了多篇好文章，想要写得出才是极难的。这人脸上满是褶子，瞧着少说有40-50岁，竟能对这才10几岁的高修远一口一个修远兄，实在让人钦佩。在众人的吹捧下，高修远也不由得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极好，心里顿时飘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又有几人陆陆续续的从考场里走了出来。终于凑够10个人可以出去了，可饿死我了。阿燕，题都答完了吗？答完了。乱写也算答完了。高修远，又不是你判卷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乱写？若县试考牙尖嘴利，你必定是暗手。那你此次县试必然不中。县试第一场结束后，陶县令当夜就开始批改起了考生的试卷。这高修远的文章写得中规中矩，实在称不上出彩。陈燕的文章写得堪称完美，实在该给他此次县考的暗手。可我这个县令的位子想要安安稳稳坐下去，现在还不能得罪高家。接下来的4天里，陈燕全部都是头一个交卷跑路出考场的。次日就拿着县考文章跑到了杨夫子家。县试才考完，还未放案，你不在家歇着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还请夫子指点。陈燕，没想到你比我来的还要早，我到底还是不如你勤勉，往后我该更努力，不能贪恋享乐。你能做到这个份上，已经十分不易了。陈燕，我既然天赋不如你，就该比你更努力才是，否则往后我要被你远远甩在身后了。行了，你2人也别互相卷了，老夫让你们卷的连个钓鱼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现在都拿着你们的文章，跟我去河边再说。这钓鱼就如科考，虽早己准备充足，然世事难料，你们且记住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科举与钓鱼不同，一旦错失良机，将终身抱憾。但你们不要只顾着书本，也该放眼看看这大好河山，看看风土人情，方才能对圣人言有切肤感受。可是夫子，就算天地再大，你我也不过小鱼，再如何专注自我，也不过长成大鱼，最终或许就因一个鱼而丧命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不拼尽全力越过龙门，成为拿着鱼竿的人？陈燕，你须知执鱼竿者也可空手而归，若执念太深，必伤人伤己。夫子，我相信只要个人心智坚定，就一定能得偿所愿。过刚易折，刚柔并济，方才可成事。如这钓鱼，须有鱼竿、鱼钩等硬物，也须有鱼线这等软物。多谢夫子教诲。行了，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放案当日，衙门早就站满众位学子。敖哥，我上榜了，而且还是暗手。不错。那陈燕现在何处？高公子，陈燕在这儿。高公子，这是我儿陈清伟，是陈燕的堂兄，在你们高氏族学读书，先生都夸赞他文章写得好。没听说过，县试中了吗？我们这就去看吧。清伟，快去看吧。高公子等着知道你的名次，赶紧看了禀告2位公子。没有，榜上竟然没有我。看了那么久，榜上到底有没有你？看完了没？到底中没中？爹，我没中。怎么会没中？你读那么多年书是白读的，你肯定是你看漏了，你再好好找找。爹，榜上确实没有我的名字。我还以为你文章写得多好，原来是自吹自擂。我们一家勒紧裤腰带供你读书，你竟然考不中！你每天都在书院做什么？现在跟我回家，别在这里丢人现脸了。你们家本事没有，吹牛倒是一脉相承的厉害。考前你那般放豪言，现在榜就在这儿，你中了吗？中了，第50名。我分明已经跟陶豆打过招呼，为何陈燕依旧被取中？这陶豆竟然不将我高家放在眼里。不过是最后1名就洋洋得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暗手。有那么好笑吗？若是我姓高，那榜上的暗手就是我。我不姓高，所以我要拼尽全力，日夜苦读，方才能中这县试第50名。你若不是姓高，又能不能中县试呢？
陈燕说得好，为何我们这些毫无家世背景的人，苦读多年却一直不中？还不是因为像高家他们这样有权有势的子弟占了县市名额。你高修远才10岁出头，得了暗手，却还要站在榜下，嘲讽我们这些苦读却不中的人，这到底是朝廷的县试，还是你高家的县试？高修远的暗手究竟是如何得的？到底是凭实力所得，还是异姓高才中的暗手？我们要看县试的你写的文章。对，我们要看高修远的文章。我们要看高修远的文章。大胆陈燕，你说这些话简直其心可诛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们高家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掳我这区区19岁幼童！你们高家就算抓了我，但你们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？我辈读书人当恪守本心，不畏强权，纵使身死，我也无惧你们高家。陈燕话音刚落，人群中的读书人顿时群情激愤。你们高家人就算在平兴县权势滔天，也不能随便抓人。陈燕不过19岁幼童，说了句真话就要被你们抓起来，你们高家人还真是跋扈。对，你们高家不能无故抓人。各位同窗，今日我们就让高家人见识一下什么是读书人。住手！县尊大人，那些柿子要反了，你赶紧派人去将他们全抓起来。高二公子，您看着。不过是县试放榜后，落榜世子受不住打击闹点事，规劝一番也就好了。傲哥，他们分明打了咱们的家丁。黄，闭嘴！可考后落榜世子情绪激动是人之常情，此事还要劳烦县尊大人处置。分内之事应当的。二公子今日受了惊，不如先在衙门歇歇，待本官处理好此事后再来招待。行，那此事就交给县尊大人您处理了。此处乃是我平兴县县衙，你们怎敢在此闹事？高家嚣张跋扈，纵奴行凶，我等如何能忍？县尊大人乃是我平兴县父母官，难道要拒高家权势不成？本官一向公正廉明，你们的答卷本官一一看过，却有些好的被落了卷。然平兴县县试可中者只能有50人，榜上之人文章写得比你们更好。若是不服，本官就将他们的答卷尽数贴出来，你们自行比对可好？县尊大人英明。陈燕，我都排名32了，你的才学分明在我之上，文章也比我写得更好，为何排名反倒在我后面？这其中肯定有蹊跷。我能中就不错了。高修远嘲讽你时，那高二公子仿佛是笃定了你不会中，肯定是高家人搞的鬼。季白，刚才我已经和高家人当众撕破脸了，他们以后对我出手也不敢在明面上来，而且他们还要祈祷我平平安安别出事，不然就是他们高家干的。走吧，季白，这件事情目前只能这样了，我现在要回去了，你也别在这待着了。唉。回去的路上，陈德寿坐在牛车上，努力地控制着，不让自己笑出声。我们老陈家3代努力读书，在科举一途始终颗粒无收。可是今天，我儿子竟然一次就中了县试，而且还是9岁就中了县试。我老陈家的祖坟终于又冒青烟了。北寿，你们家孩子考中了没？中了，中了。老陈家的孙子考中了。我早就知道青伟你是个聪明的，真就中了县试了。你爷爷在底下可算能安心了。好啊。读中了县试，还这么镇定，不愧是读书人，肯定能在众府试成咱们村唯一的童生。六叔公，不是青伟，是阿燕中了县试。怎么会？这个陈燕才多大，怎么是陈燕中了？六叔公，阿燕运气好，中了个第50名。中了好啊，兄弟俩谁中了都好，都是老大哥的孙子。六叔公放心，我定会认真去考府试。好，你们把读书人惹急了，他们是要闹事的。我刚才已经命人把文章贴给他们看了，藏着不给他们看，反而会让他们有疑心。只希望他们不会再闹了。看来陶大人很看重那个陈燕啊！我分明早跟你打过招呼，你却还将那陈燕取中。县尊大人，你此举到底是何意思？那陈燕写的文章锐意进取，可堪称神童。我若不取，往后他才名传颂之日，就是我名声尽毁之时。哼！在这平兴县，只要高家不想让他出名，陈燕他就翻不起浪。可县尊大人，你偏偏让这陈燕通过了县试，这高家竟然如此不要脸面，竟想毁了一个神童。县尊大人，外边那些世子又闹起来了。还闹什么？他们说陈燕的文章堪当暗手，不该屈居末尾。你先下去吧，我马上去处理。二位公子看看，我这是将陈燕取中了，还可推辞说是我对个人对文章喜好才有此排名。若是没取中陈燕，这就是一桩大麻烦。此时屋子里一片诡异的静谧，高修远满脸的不服，而高二公子此时也是满脸的怒容。县尊大人有公务要忙，我等不便叨扰，就此别过。
好的，这些刁民都抓起来就是，为什么要放过他们？你还嫌我们高家的麻烦不够多吗？咱爹若还是3品大员，我们倒也不必如此忍气吞声。可如今咱爹回来丁忧，政敌环伺，此时不可再得罪士林。如今刚来平兴县毫无根基的逃都敢对我们高家阳奉阴违，要是今日的事闹大了，到时候就不是我们高家能做主的了。经过县试一试，9岁的陈燕在平兴县是彻底出了名，不仅年龄小，文章写得出彩，还不畏强权。陈燕就这么成了平兴县人们口中的神童。与之相传出去的，还有对高修远那个暗手的嘲讽，这让高修远自此躲在屋里门也不敢出。此次参加东阳府试的人有600人，录取者却只有50人，而东阳府知府姓王，单身。此人乃是2甲进士出身，文风淳朴。他任东阳知府已有5年，已主持府事2次，在他手里中府事的已有100人，文章无不朴实。这就是在王知府手中过了世子的成文。此书收录了王知府会试的文章，你们要在半个月内将这些文章尽数背下，此后我便要对你们进行研信。夫子，如今再换文风，会不会做的文章不好？季白，你记住，纵使你文章写得再花团锦簇，主考如果不喜，也是被触落的下场。夫子，不用半个月，10天我就能将这些尽数背下。这里可是有101篇文章，陈燕，你竟要在10天内全部背下来？若只用10天背下，就可多出5天来练文章，在考前也足够将你们的文风改过来。季白若觉得难，可放宽至15日。我也会在10天内背下。我就是不睡，我也要将这些文章都背下来。到达东阳府后，杨夫子就带着2人找了一个客栈住了下来。陈燕和周季白2人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，每日开始认真研读之前府试的成文，直到第8天，陈燕才背完了书上的全部内容。夫子，我已经背完了。这才8天你就背完了？还行，比我想象的要快2天。咦，他妈了个逼！汝人言否？你可有什么感悟？回夫子，这王知府是实干派，不喜表面文章。很好，你在短短8天就能将王知府摸透，悟性实在不错。季白，你可有什么感悟？学生日夜不停背书，才背下60多篇文章，现在还没来得及感悟。王知府上任东阳府5年，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治水，所以他喜欢能办实事的官员。就算文采不是十分出众，他也会破格录取。夫子，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们，若想出头，便不能只改变文风，还要想清楚为何考科举？若真入朝为官，又要做些什么？不错，以你们的年龄阅历，现在连官场都未曾有了解，现在能做的就是迎合知府大人的为官之道。多谢夫子教诲。这几日你们一直在房间里待着，来到这东阳府还未曾出去，今晚就带你们出去透透风吧。好。听说平兴县那案手的文章写的还不如最后1名的人。是了，你们没听说吗？那最后1名还是个神童呢。竟还是位神童，我看那文章写的不过22，这平兴县莫不是没人了？圣人有云，非礼勿言。你们背后议论他人，与长舌妇何异？你就是那个名不副实的神童吗？他才是陈燕。神童之名并非谁都担得起，平兴县能将此等平庸之辈捧上去，怕不是整个县的才学都差得很。你们口气这般大，倒是将自己的文章拿出来，让我们品鉴一番，看能不能比得上陈燕。我们又没吹嘘自己是神童，何必要自证？周季白被对得脸通红，刚想要和他们继续理论，被陈燕拉住了。你们来自哪个县？我等来自宁虞县。你刚刚所言平兴县才学不过如此，是你一人所言，还是你宁虞县所言？我一人所言又如何？你既敢如此说，必是自认才学，在我整个平兴县之上。此次府试，你的排名也必在所有平兴县士子之上。我并未说过。那你又有何脸面在此嘲讽我平兴县没才学？年纪不大，竟如此咄咄逼人，实在毫无气量。你们这群人年纪看着都在20以上了，在背后讨论我一个9岁的孩童，你们的气量，我看也未必有多大。今天我就教你一个道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兄台，你可明白了？我平兴县士子有气节，不畏强权，反抗不公，才将我冠以神童之名。是否真为神童，有待商榷。可我平兴县士子们的才学气节，万万不能受你们这等人随意羞辱。陈燕说得好，我们平兴县就是这般有气节，这般不惧高家权势。溜了。爹，老七从府城传话回来说，咱家在东阳府也在被人议论以权欺人。如果此事再不遏制，恐怕对您将来回朝会有所不利。
我一直教导你做事需三思，你可曾想过会有今日之事发生？爹，不过一个小小的暗手，孩儿没想到会有如此大的影响。这便是你思虑不周，既想到暗手，就要能收拾残局；既已对人动手，就要彻底将其按死，让其再翻不了身。东阳知府王申不是我们的人，此次府事不好操作。再者，如今再去打压陈燕，矛头就手指我们高家，与我们高家名声损害更大。世人喜造神，又喜将其拉下神坛，再狠狠踩几脚，以彰显自己品德高尚。只要将那一株野草拔下，到时谁又会在意一个小小的陷暗手？孩儿明白。时间很快来到府试当天，陈燕等人早早就将府试所需的物品都收拾好，就由客栈的马车送去贡院，却在路上被一女子拦了下来。燕郎出来见见我吧，你若再不出来，我就不活了。又是哪位仁兄欠下的风流债，赶紧自个儿去处理了，莫要耽误了我等的复考。燕郎是平兴县人，名陈燕。陈燕兄，牛啊！如今这副身体才9岁，想陷害我，好歹也用个正经手段吧，竟然往我身上安风流债。陈燕，你先别动，季白，你去看看。燕郎，你我商议替我赎身，我将多年积蓄都给你了，为何你却躲着我了？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何时拿走你的银子了？你竟装作不认识我，你我春香红帐，如今竟这般狠心。你可看清了，骗你的可是我。我怎会认错？你就是我的燕郎。你的好笔上还刻有我的名字南烟，你将笔拿出来，大家一看便知。不用看了，我是周季白，并非陈燕，你连人都认错了，还攀扯什么好笔？那一晚天色太黑，我只顾着与你情意绵绵，并未看清你的长相。荒唐！那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？更何况我连毛都没长齐呢，如何与你共度春宵？你太久没来找我，我记不清了。你连长相和声音都不知道，可见你对其并不上心，为何又舍得将全部积蓄尽数给出？府试考试在即，怕不是故意阻拦陈神童参加府试，其用心实在歹毒。文人骂起人来，那是句句往人心口上扎刀子。表姐听着听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算了算了，莫要与女子计较，赶紧收拾收拾都走吧，别误了府试。若今日不是季白，我的名声尽毁，怎么就能算了？风月之事最难说清，此事必不能就这般算了。你我都是读书人，该有气量，何必与一凄苦女子计较？兄台好度量，今日若他败坏你名声，不让你参加府试，不知你还能否如此大度？俗话说，好男不与女斗，何必斤斤计较？若兄台愿意放弃府试，亲自将他送走，此事我便算了。与我何干？劝别人时，你倒是圣人君子，但凡损害自己利益，那就是睚眦必报。你这等无耻之徒，我不屑与之为伍。陈燕一番输出，把那人气的手发抖，拟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话来。劳烦夫子帮学生看住这位女子，待学生府试考完，将其送去报官。你安心复考，其余交给为师便是。府试考试第一场现在开始。第一场题目：呼而与之，行道之人福寿；促而与之，岂人不屑也。此题出自孟子，意思是有些人做了好事，却还要高高在上，对受贿者进行羞辱，受贿者并不感激，甚至心生怨怼。恐怕在高家人的眼里，周父就是受恩于高家，就该替他们顶罪，为他们去死。我并未得罪过高家，甚至我还只是周家的养子，高家却还是紧咬着我不放。这道题正是应了高家的行为。想到这里，陈燕就压下心头的力气，提笔就开始在纸上破题。眨眼间就过去了半个时辰。答完题目后，陈燕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有无犯忌讳和是否需修改增减后，就把试卷压在了桌上。这陈子5号房的考生怎么在睡觉？这其他考生都抓耳挠腮的在做题，他竟然在这里呼呼大睡。这还不到50就不继续写了，必定是文章做不出来，自暴自弃了。见过通判大人。那陈子5号房的考生现在如何了？回禀大人，他一直在睡觉。睡觉，府试一天考一场，若提早写完，也可提早交卷离开。他为何会在号舍睡觉？那号舍是人睡觉的地眼。大人，不到50他就开始躺下睡了，一直到第一场结束才离开。小的以为他是看了题目太难，干脆直接放弃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二公子，那陈燕怕是知晓自己才疏学浅，放弃此次府试了。那倒未必，你可知他县试总能在50就交卷，府试比县试难许多。纵使有人提早交卷，也多是要到未时。二公子，你也太高看那陈燕了，他不过一个黄口小儿，哪里有翻天的本领？希望如此吧。不过无论他是否答完，此次还需要仰仗赵通判了。好说。
这是我联系方式，你加一下吧，好以后方便联系。好的，我马上加。哎，怎么才出门这么一会，手机就没电了？换个新的吧，我最近换了新手机，旧的苹果13就爱回收，当面回收了2000多。靠谱吗？那肯定了，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，我推荐爱回收。那等会我就去看看。陈燕回到客栈时，杨夫子此时正带着那女子坐在客栈的大堂里。夫子，你怎么将她放在了这里？现在府侍柴房里都住满了人，我又不能单独将她带回自己房间，只能先在这里坐着了。你们将我送官吧？怕是我前脚将你送官，后脚你就被人救出去了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不懂就在这儿慢慢想，慢慢懂。府侍反正还有2天时间才结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坐着吧。那今晚将她放在哪里？拿绳子把她绑在大堂。既不怕他跑了，也不会辱没我们的名声，一举两得。你怎么就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？大概是我聪明吧。不行，你们不能把我绑在这里。那可由不得你。陈燕，要不还是让这女子住为师的房间，我睡在大堂吧。哪有夫子睡大堂，我等学生睡房间的道理？夫子就让他睡在这里。陈燕，要不听夫子的吧，我与夫子同住也行。现在正是府事之时，你要休息好才行，为师不能打搅你。此女子构陷我在先，为何还要将房间让给她？就理应她睡大堂，怎能委屈夫子？陈燕，女子夜里独自在堂屋何等危险，纵使她有过错，也该官府定罪。此事就听为师的吧。师徒3人将那姚姐锁进了杨夫子住的房间后，就回到了陈燕所在的房间里。夫子，今日若是我下车，那姚姐肯定攀咬住我，再从我考篮里搜出这支笔，那是我怕是难自证清白。幸亏夫子想得周到，帮学生渡过难关。你们并未出门，也未与他人往来，笔上怎么就有了那女子的名？夫子，证据那3人曾来找过我，我与他3人并没有交集，加上今日在考场上，我察觉监考的衙役也不对劲，为了防止中间有人动手脚，我是一直等到收卷官亲自收走答卷，方才离开的好社。那高家人倒是看得起我，这么费尽心力的，不想让我通过府试。这是肯定的，一旦你冲破了府试，到了院试之后，高家到时就无法对你动手了。学生与高家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不过是当时拒绝入高氏族学罢了。这高家竟动用如此多资源来阻拦我，也实在有些离谱。此时，贡院中的阅卷房里灯火通明，王知府桌案上堆放着如山般的答卷。这连着看了40-50篇文章，一篇能入眼的都没有，这都写的什么玩意？尤其是那个平兴县按守高修远的文章，写的文章简直是狗屁不通。大人，此子乃是平兴县的按守，若出落，平兴县的陶县令便要在众多同僚面前抬不起头了。赵通判听说你跟高家走得很近，大人，下官只是认为平兴县的陶县令不会无缘无故点一人做按守，此人又姓高，所以下官才有此言。赵通判，你既在本官手下当职了5年，没想到如今还是如此滑头，你究竟是吃的谁的粮，当的谁的差？属下吃的自是皇粮，当的也是皇差。你吃的既是皇粮，就该为君分忧。如今首要之事就是为朝廷选能举才，赵通判可知其中的轻重。下官受教了。说完，王知府就继续批起了试卷，直到拿起了周继白的文章。此子不过9岁，小小的年纪，竟能将文章写得如此之好，假以时日，此子必成大器。将周继白的文章选中后，没多久，王知府就看到了陈燕的文章。这篇试卷还真是个好文章，是何文章能让大人如此欣喜？你们且都看看。此大卷条理分明，环环相扣，实在不可多得。此子文风淳朴，已然有了大家风范。赵通判，你以为此文如何？下官以为此文章实在难得，该当按守。还有2场未考，如今便点按守，还尚未过早。赵通判如此心急，要点此人点为按守，可见对此文的喜爱。赵通判也是性情中人呐。我不过是迎合一下你的意思，怎么就变成了我心急了？且让我看看，究竟是何人能如此得赵通判赏识？原来是叫陈燕。此人还竟然只有9岁，9岁便可将文章写得如此老辣，真是个神童。年仅9岁就已是天才神童，却被众人处处针对，就连在考场还有衙役想毁他成文。你赔我成文纸，衙役毁我成文纸。莫不是衙役还敢在考场杀人？我的成文纸，我的文章就这般毁了。竟敢扰乱科考，当以舞弊罪论处。来人，将他抓起来。我等奉皇命复考，却被衙役陷害，污我成文纸。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我，是要包庇扰乱考场之人吗？我大梁科考何时成了藏污纳垢之地？哼！竟敢在考场大喊大叫，本官就要拿你！高家手眼通天啊，竟都能左右府事。
不过就是毁坏一张成文纸，这小子竟连高家都能猜到，再让他多说2句，我和高家都没好下场了。快将他给我抓起来！为何如此喧哗？大人，此子得了失心疯，在考场胡言乱语，本官正要将其带走。大人明鉴啊，小子正答题，衙役竟拔刀要杀了我！哼，竟敢扰乱科考！来人，将人全部给我带走！大人，我文章已在草纸上写完，还请大人允我一同带走。将他的文章也一并带走。学生见过府台大人。是你扰乱考场。大人，学生若不如此，怕是还未见到大人就已然毙命。你闹如此大动静，是为了见本官？这位府台大人实在敏锐，难怪能干实事。学生如此行事，实属无奈。你且说说，有何无奈？随后陈燕便大致将自己在府试中遇到的事桩桩件件说了，末了方才道。学生好设屋顶还缺了一半的瓦，好在这几日未下雨，春雨一旦下来，学生头顶只一半的瓦必保不住考卷。每府试前，贡院就要进行一番修缮，以确保府试能安然举行。这些人竟在我眼皮底下妨碍科考。你如此大闹考场，就不怕本官治你的罪？府台大人自上任以来，所做皆是为改善民生，可见民是清官，是好官，必是明察秋毫，为民做主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他先把高帽子给这位府台大人戴上，更何况今天的事若不闹大，他便冲不破高家为他织的网。还有学生文章已经做完，恳请府台大人允学生提早交卷。丢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给我，此子竟还妄想提早交卷跑路，成文纸几被毁，你如何交卷？学生已在草纸上写好，恳请府台大人格外给学生成文纸誊写。你既如此有信心，便默写出来，还想照着草纸誊抄，那太便宜此子了。多谢府台大人开恩，大人实乃青天大老爷。王知府看着那端正的馆阁体从稚嫩的手下流泻而出，眼底是忍不住的赞赏。此子如此有城府，又能利用局势，将自己这个府台都为他所用。若往后不走偏，假以时日，必能有一番作为。对了，府台大人，你知道哪里还有房子能租吗？你不是已经有住处了吗？为何还要租房子？现在住的房子租金涨得厉害，我想租个性价比高的，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这简单，你可以找房东直接租呀，没有中介费，租房价格便宜，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，单价还送专业保洁，省心租有保障。而且现在58同城毕业季起航租房节，部分房源月租金立减1000元呢，能省不少。房子做好了，还能快速找个好工作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是吗？那我等会就去看看。待到陈燕收笔，王知府并未有任何表示，只是让人将他送走。府试考完后，陈燕师徒3人并未离开，而是在客栈里等放榜。而贡院里的官员们却是争论不休。陈燕3场文章都极好，该为暗手。此子品行有失，必不可为暗手。何况他除了好色，所写文章究竟是他自己做的，还是旁人做的？谁说得准？当日我亲自收他的草纸，与他在府台大人面前所做文章一字不差，如此还不足以证明这些雄文皆产自他之手吗？此子文章虽做得不错，然是铁诗写的全无灵气，与他人相比差远了。这府试也是考试铁诗的。好了，你俩也别争了，此子便得第2吧。府台大人，若此子排名第2，又有谁能排暗手？此子年纪尚小，又能做出大闹考场之事，性子也该磨一磨，方能成才。反倒是那高修远年纪轻轻，就写的一手好文章，这暗手当之无愧。屋内众人神情各异，却都静默不语。赵通判没料到王知府竟会将高修远点为暗手，还有些惊诧。不过高七公子能得暗手，我也能向高2公子交差了。有了现世的教训，府试放榜日，陈燕干脆就在客栈里画画，直到下午看榜的平兴县世子回来，就把他的房门围了。那高修远竟又是暗手，这高家简直权势滔天。许是他文章写得好，那文章华而不实，如何能与陈兄的文章相提并论？你们2人的文章贴在一处，我们都为陈兄不值，高修远凭什么当暗手？在下才疏学浅，能中府事己是侥幸，哪里敢奢求暗手？各位仁兄皆是才能出众之辈，可惜时运不济。这遇上高修远，这暗手之位必轮不到我们。一番寒暄，陈燕终于将一众人打发走，随后就来到周继白的屋子。夫子，学生与周继白几世同生了。不错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此次你第37名。往后还有院士，待到中了生源，方才真正算有功名在身，切莫松懈。是。陈燕，那暗手为何人？高修远。这高家实在贪心，竟连府暗手也不放过。以高修远的文章，必是得不了府试暗手。高家行事如此霸道，必会引得士子们的怨怼。
夫子料事如神，平兴县的世子们可是怨气冲天。随后便将那些世子来找他的事说了。你到底年幼，一县世子表率，你还不够格，推辞掉是再好不过。这高家在风口浪尖上，学生想再加把火，小心引火烧身啊！高家如今被架在火上烤，怕是正愁火气没处消，这时候出头太危险。学生就算后退，高家也不会对学生手下留情。府事的种种迹象早已表明。你想好了就去做吧，已经将人得罪了，也不怕多得罪一遭。陈燕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被人污蔑，险些毁了名声，当然要报官。再拖下去，那女子要多吃不少口粮，都是要花钱的。二哥不是已经打过招呼，为何那陈燕还能在府试中排第2？这王申根本不把我们高家放在眼里。这王申以为将你点为暗手，我们高家就能由着他就陈燕点为第2，这实在是痴心妄想。虽然高家如今在朝堂上的影响力，无法随意将西品知府给升官抬走，若只是毁了，还是能办到的。二哥要怎么做？陈燕县试还是50名，这才不足2个月，为何就能中府试第2？那些学了10几年甚至几10年的世子，如何能没有想法？如今所有人都盯着你的暗手，只要祸水东移，众人都去议论陈燕，又有几人会在意暗手？还是二哥厉害，就要将陈燕拉下来，最好是连同王申这个知府一同收拾了。二公子不好了，陈燕把我们高家给告了。什么？陈燕将一名叫暖烟的女子送去府衙报官，那暖烟听说要坐牢，就供出是有高家的下人指使。这会儿府衙来人了，要领高管事去问话。快备车去府衙。今日刚放榜，陈小公子就报官，他不是仗着刚得的同生功名，在此随意攀咬，他定是不服我高家的七公子得了暗手，就随意找个女子来攀有于我，还请大人明鉴。此事牵扯到高家，不知二公子可有什么说的？此事但凭大人审理，若真是我高家下人所为，我高家必不轻饶。陈燕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大人，学生有话要说。何话？高家二公子高明远乃是一介白参，为何能坐于公堂？我家二公子到哪儿都是座上宾，与你何干？大梁律例明确写明，只有生员可见官不贵，也只有举人可坐于堂上。高明远一介白参，凭什么能坐？陈燕，你莫要太过分。我不过背诵大梁律例，过分在何处？蒙府台大人高看赐座，在下实在无福消受，还望府台大人撤下椅子。来人，将高二公子椅子撤下。这小子，这不是将高二公子的脸甩到地上，又狠狠踩了2脚。好。陈神童乃我辈楷模。我已站起身，不知陈公子可有何证据证明此事是高家所为？若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就是对高家的诬陷。我高家虽比不得九卿家族势大，但也不是能任人随意欺辱的。我何曾告过高家了？你明明就是告了高管事，告他不就是在告我们高家吗？这个蠢货！高七公子的意思是一个管事就能代表你们高家，还是说这高管事的一切行事都是你们高家指使？我可没有这么说过。这就是今年东阳府的暗手，实在可笑。都别笑。公堂之上禁止喧哗。陈燕，你可还有其他人证物证？大人，学生不过被此女构陷，方才报案保全名声，实属无奈之举。至于高管事等，都是此女招供，学生此前并不知晓，也就拿不出证据。既没人证物证，此女子的攀咬就做不得数，还望府台大人能严惩恶意攀咬他人的女子。辱没我东阳府同生的名声，还随意攀咬他人，暖言你可知罪？大人，奴家与陈同生从未见过，何必要陷害他？是这高管事将高家要对付陈同生的事与奴家说了，还承诺若奴家能为高家办成此事，高家就为奴家赎身，奴家方才做出这等错事，还望大人为奴家做主。大人，他胡说，小的根本没见过他，都是他为了脱罪胡乱攀咬。大人明鉴，奴家乃是烟柳阁的花魁，高管事多次去烟柳阁点奴家作陪，烟柳阁的妈妈和姑娘们都能作证，他替二公子办事，二公子赏赐给他的一盏灯还在奴家的房中。看来今天这是没法善了了。来人，立刻去烟柳阁搜查。是。对了，大人，你知道哪里还有房子能租吗？你不是有住处吗？为何还要租房子？最近我表弟来城里了，他想租个房子在城里安家，但是最近城里房价涨得厉害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。这简单，你可以找房东直接租呀，没有中介费，租房价格便宜，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，搬家还送专业保洁，省心租有保障。而且现在58同城毕业季起航租房节，部分房源月租金立减1000元呢，能省不少。房子租好了还能快速找个好工作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是吗？那我等会就去看看。
众人足足等了1个时辰，衙役们才回来，连同一起回来的还有烟柳阁的老鸨。大人，那盏油灯确实是高管事送给暖烟的。人证物证全有了，总不能真判高家吧？如今这形势，今日案子必是要判的，否则御史弹劾本官的折子很快就要到内阁。二公子您看，还望府台大人稍等片刻。无妨无妨。二少爷，大胆恶奴，竟敢打着高家的名号出入烟花之地，是谁人指使你诬陷陈同生？没人指使，是小的自己干的。小的见这陈燕一次次对二少爷和七少爷不敬，就想为2位少爷出口恶气，才找到暖烟行了此事。府台大人，此事几经明了，是我高家的恶奴所为，我高家绝不包庇，还望大人严惩。二公子如此明事理，本官甚是欣慰。按大梁律例，见及辱功名者，杖30，主犯30杖，从犯10杖，行刑。王知府退堂后，便将陈燕叫到了后堂。你真有能耐啊！仰仗做事公正廉明，爱民如子，学生方才敢报官，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油嘴滑舌，自古神童众多，能真正做出一番作为的却是寥寥。你可知为何？学生不知，因他们年少成名，多自负，必不会对权势心存敬畏。他们却不知，只有才学是无法保全自身的，在权势面前，他们与目不识丁的庄稼汉无异。你可明白了？学生受教了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韬光养晦，待到自己有能力与之对抗，方才是明智之举。多谢作师指点，学生此番也不过是为求自保。若今日学生不报官，往后有心人将烟花之地女子拦学生马车之事传去别处，学生的名声就要毁了。既如此，好生准备院试。若此次院试能中，你便是生源，本官可助你入府学读书。多谢作师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放榜第2日，陈燕一行人就退了房，匆匆往回赶。回到家柳氏就给陈燕炖了一大碗热腾腾鸡汤。儿子，咱这回没考上也没事，当市长的见识，再学几年，咱再下场。阿燕，你才多大，考不上就考不上呗，别太往心里去，咱吃好喝好就成。爹娘，我中了。中了？你真中了吗？府试第2名，知府大人亲自点的府试第2，已经贴榜了。不过咱们村离府城远，应该没人来报喜。府试中了，我儿子府试中了，我儿子是童生了。这么好的事，你怎么不说？你们也得给我机会说啊！这一晚，整个陈家湾都沸腾了。族老们和族长连夜赶到陈的寿家，看陈燕，那简直就是看宝贝疙瘩。了不得喽，文曲星下凡喽！族长，我6月还要参加院试。快散了，以后谁都不许来打搅陈燕学习。自此，整个陈家湾热闹非凡，陈燕反倒是最闲的一个。而闲下来的陈燕继续画起孟子。当陈燕将剩余的漫画送给孟永长时，孟永长抱着画简直要哭出来了。若不是知道你要考府试，我必要去你家打地铺催稿。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看到地上有钱却捡不起来了。你就算去了，我也不会画，还是读书更要紧。也是，这次的下凑我给你140两。你给我这么多稿费，若书册卖的不够多，怕是还要亏本。你如今是童生了，身价自是要涨。我读书不如你，可论起做生意，10个你也比不过我。陈燕，你还是抓紧画下一本吧，大梁万千启蒙幼童都在等着你。等我考完院试再说吧。院试依旧在东阳府的贡院考，告示在6月中就贴了出来，8月底开考。陈燕和周继白报名后，杨夫子就将2人带到了东阳府特训。院试由朝廷委派的提学官担任主考，而掌管镇江省学政的乃是何若水，在士林中极有威望的大宗师。那我等的文章若是送到他面前，岂不是等于班门弄斧？我不想去他面前丢人。他任镇江府提学官已有3年，见过无数考生的文章，自是知晓院试考生的水准。你们也别太忧心，尽力而为便是。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。我的文章虽美你丽一身，比你的终究是华丽些。我只需做好自己的文章，应该不至于被触落。这股憋屈感真让人不喜。季白的文风是有些偏大宗师的文风，这个月多练练，阿燕就莫要变了，按着自己质朴的文风来，再好好精进一番。虽文风不同，大宗师乃是大文豪，文章的好坏还是能分辨的。于是陈燕又开启了卷王模式，而杨夫子的脑门也越发大了。院试快些到来吧，再拖下去我就要彻底秃了。8月底，院试也正式开考，然而天公并不作美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陈燕只好背对着号舍门口而坐。还好这次的号舍瓦片齐全，要是跟府试一样只有1半瓦片，今天肯定保不住成文纸了。
这场雨足足下了1个多时辰，待到出了考场，陈燕感觉自己已经发烧了，直到第2日凌晨时，陈燕终于退了热。明日就是再复，你好好养下身子，不然再复可就危险了。你昨日答得如何？答卷被雨水打湿了，此次怕是过不了。随后陈燕将自己如何避免答卷没被打湿说了。难怪你病了，原来是用被挡雨。你文章做得如何？我有8成把握。这一天陈燕好好休息了一下，第2日再复倒是顺顺利利。而贡院里考官脚边已经堆满了脏污卷子，这些卷子堆砌辞藻、立意等却是一塌糊涂，一看就是为了迎合我的喜好而做。东阳府的士子文采比江南士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此地文风实在差得远。又看了数十份答卷后，他终于眼前一亮。这考生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还极有气节，难得镇江省境还有如此有气节的考生。单从文章来看，假以时日，大梁文坛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。然而这种欣喜在看到试帖诗时烟消云散。好一个有风骨的士子，好一个士子的脊梁！此人不过是投机取巧之辈，竟还堂而皇之的在试帖诗里恭维我。哼！今日此人的文章连前10都不能记，我和若水就要教这些士子，钻营小道之人是走不远的。待到何若水将几千士子的卷子看完，心中挣扎良久，终于还是冷着脸将那吹捧他的人文章找了出来。此文当得上院士暗手，然这试帖诗实在是实在可恨。大人，试卷已看完，地上全是脏污卷子，贡院这地面怕是得好好拾到一番了。连日来评卷贴榜确实有些杂乱，此前找的杂役打扫总不彻底，墙角蛛网、岸上墨迹都清不干净，想找个专业的保洁，还没时间看呢。我对比了好几个平台看过，还是58同城找保洁比较合适，当天约当天就能上门，做完有不满意的地方，72小时内还能免费重做呢，而且人财物全方位都有保障，很放心。那我赶紧约一个，这院子里乱的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要是家里的空调、洗衣机等家电有问题，还推荐58维修，随叫随到，修不好还不收费，生活中的难题都能解决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放榜之日，贡院白墙前再次被士子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陈燕是何人？竟能高中按手？此人乃是平兴县人士，东阳府士第2。东阳府文风一向凋敝，何时能出按手了？镇江士子千万，凭何时这陈燕的按手？听说崔正义等人的卷子被雨水打湿了，早被纳了卷，此次不过捡了个按手。有人说此话时语气颇为轻蔑，不少心有不甘之人便更愤愤不平。而东阳府地士子们心生怨气，当即就出口反驳：此前我东阳府中乡侍者足有4人，如何能称得上文风凋敝？敢问阁下祖籍中乡侍者又有几人？陈燕乃是凭借一篇好文章，方才夺得府试第2名，你们又得了第几？榜下吏员们眼见形势越发乱起来，赶紧出声劝阻。大人，榜下的考生们闹起来了，若是一旦发生踩踏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快带我前去！谁敢再闹，本官必严惩不贷。哼，陈燕乃是本官亲自点的按手，你们这是怀疑本官吗？学生自是信任大宗师，只是不知学生的文章比按手陈燕差在何处。你是何人？学生安昭县李景明。李景明不是此次院士第2吗？与于苗等人齐名。以本官看来，你的文章虽写得好，然匠气太重，缺了真情实感。本官如此说，你必定不服，那便自行与按手的文章做比对。来人，将此次院士排名前10的文章贴到贡院白墙上。待到衙役们离去，士子们便纷纷围了上来。看完后，众人沉默了。我不如他，这陈燕还不足10岁，击中了院士按手，将各州府的才子们都踩于脚下。待到他长到于苗等人这个年纪，才学怕是远超于苗等才子。此人竟只有9周岁，9岁的院按手，实在闻所未闻，实在可当一生神童。原本安静下去的贡院，此时又吵吵嚷嚷起来。坐于堂上的何若水听着吏员们的禀告，便是一声冷哼：榜下都为那陈燕闹成一团了，他却连榜都不来看。真以为自己有才学便能为所欲为，去将那位陈按手请来。怎么还是个幼童？你是平兴县陈燕？回禀作师，学生正是。你可知在试帖诗中奉承主考官会被士子所不齿，更会为主考官增添污名？我拍个马屁也能拍错吗？那试帖诗不就是让考生拍朝廷马屁吗？学生只是感念朝廷的教化之功，又因大宗师为教化所做努力，有感而发。若因大宗师是主考，就不可将心中所想抒发，岂不是自欺欺人？
看来此子不仅不是投机取巧之人，而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呐。今日放榜，你为何不来看？红榜贴在贡院门口，往后都可看，又何必急于一时？豁达通透，9岁就中了生源，还是暗手，往后必定比我强。如此想着，何若水对陈燕的态度越发和善。你先好好入关学读几年书，千万莫要过早参加乡试。以你的年纪，打好根基比过早入仕途更要紧。多谢大宗师指点。等从贡院出来，陈燕挤到榜下，在榜首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。待他回去时，周继白正与杨夫子坐在水边垂钓。怎么样？你没有中。唉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那你呢？我中了暗手。院士暗手，你岂不是廪生了？是的，不过乡试，我想等下一回再考。凭借我现在的实力，终究还是差了点。若我能在3年内中院士，就可与你一同去参加乡试。此生能得此2位学生，掉的头发便都值得了。既挤得了院士结果，陈燕3人就准备打道回府，却在路上遇上了土匪。各位若想从此出国，就乖乖将身上的财物都交出来。我们是复考的士子，还请各位高抬贵手。你们既是复考士子，怎么不走官道，反倒要走这等乡间小道？院士已考完，便走的小道。原来只是院士，那还算什么复考士子？识相的乖乖将身上值钱的行当都拿出来，别让我的狼牙棒亲自问你们要。将身上的银子都拿出来吧。你还有多少银子？还有32两。给我，算上我带的加起来有100两了。赶紧将银子送过来，你们狼也快掏钱。老大，这小子好像不怕咱，要不我先卸了他2只胳膊，让他尝尝味再说。快些给他们吧。陈燕，快给他们。夫子，他们应该就是冲着毁了我来的，多说无益。亚圣有云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银钱给他们，往后还能挣，切莫执拗。你有银子也不给，是要害死我们吗？阿燕如此做必有他的考量，难不成你比院士暗手还聪慧？我把钱给你，你会让我们全虚全伪离开吗？其他人可以，但你要留下点物件，比如你的手指。怎么办？我的手指要握笔，不能留给你。那可由不得你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就在此时，陈燕看到10来个做苦力的壮汉走了过来，他立刻将2个钱袋子打开。你们谁能抓住这6名土匪？我这100两银子全是他的。10几个壮汉听到陈燕这么说，顿时都停下了脚步，目光也变得火热起来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五哥，咱们累死累活1个月也赚不到1两银子，100两银子咱们10几个人分，也接近1年的工钱了，干不干他们？五哥，这些土匪个个都不是好东西，时常进村子抢粮食，我们村就有几个人被他们杀了，咱们干了吧！干呀，兄弟们！今天咱们就为民除害。这小子好歹毒，竟然要用钱引来路人来对付我们。原本我只想留下你小子的5根手指，看来今5根手指几斤不够了。你们几个不想死，就把手里的刀都给我放下！你们都他娘的等什么？拿着你们手里有刀，给我上！你他娘的都被绑了，还这么能叨叨？你们快把我们当家的放了，否则别怪我们的大刀不长眼。五哥，这群土匪太猖狂了！各位大哥，咱们大梁律法有规定，凡是抓获1名土匪山贼，赏银2两；6名土匪就是12两银子。几名壮汉听陈燕这么说，顿时心头又是一顿火热。兄弟们，都跟我一起上，把这几个杂碎一起抓了，去县衙领赏。剩余的6名土匪在5哥的带领下，很快就全都被绑了起来。大人，门外陈燕把土匪抓来，送到咱们府衙门口了。神们，是谁把土匪送来了？就是那位陈燕陈神童，领着一群百姓把6名土匪送到咱府衙门口了。快带我去衙门前看看。学生见过府尊大人。自月时，此子前程还全在我一念之间。如今不到半年，就已经是个秀才了。不必多礼，我还没恭贺你得了院暗手呢。院暗手还是院士第1名，没想到我救下的这个小孩，竟然还是位秀才公。这还多亏了府尊大人指点，方才有学生今日。学生本该亲自登门道谢，奈何路上遇到匪寇，幸得壮士们挺身而出，学生才得以脱险。这些土匪作恶多端，竟连秀才公都敢抢，本官必不轻饶。来人，将他们押入大牢，择日严审。
6名土匪被衙役们押走后，陈燕就对着知府王申继续说道：“府尊大人，这些壮士冒着被砍杀的风险，制服拿刀的匪徒，为东阳府的安宁出了一大份力。你放心，这些壮士我不会亏待他们的，我已经安排好了人为他们发放赏银。你且跟我先进府内。你如今的年纪，院士就能得暗手，实在是不易，以后还要多加勤勉。是，学生定然不会辜负府尊大人的赏识。”你年纪尚幼，入府学还要读几年书，正好也能沉淀一番。随后又对着周继白道：“你不足10岁就能中童生，也非常难得，不要因为一次不中就颓丧。本官修书一封，你与陈燕一同去府学苦读2年后再去考院试。”多谢府尊大人。之后，王知府又与杨夫子攀谈了几句，发觉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夫子竟也是博古通今，文采斐然。就在王申思索之际，耳边又响起陈燕的声音：“坐吃心系百姓，为何只盯水患而不理匪患？”东阳府4周山多水多，剿匪并非易事。知府3年一任，在我任职期间，我若能将水治理好，东阳下一任知府就能腾出手做其他事。学生平日听村里人说起作诗，无不夸赞作诗治水有方。作诗还可在东阳府任职1年，若此间能解决掉匪患的问题，也许就可让作诗再往上走一走，直入中书。东阳匪患是陈疴救急，并不好处理。光靠作诗一人，此事必定难以解决。若再加上整个东阳府的百姓，必能让那些匪徒无处遁形。此事还是容我想想再说。你说府尊大人会愿意剿匪吗？若他不服老，就会剿匪；若已经服老，那就不会。作为官员，府尊的这个年纪并不算大，如果他还想往上升，就必须要做出一些政绩来。不过这天下没有白捡的政绩。今日你究竟是为府尊献计，还是想为自己报仇？不瞒夫子，学生2者皆有。不过王知府未必会愿意办这件事。养寇自重，东阳府匪患存在多年，盘根错节，也不是王知府一人能撬动的。夫子，百姓乃是汪洋大海，扎根再深的树也能冲倒。王知府在东阳府5年，将整个东阳府治理得极好，在百姓中极有清誉。若他能站出来剿匪，应该能调动不少百姓，与那些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剿匪的官员定然是不同的。这倒是为师着相了。夫子思虑周全，学生不过是凭着一腔孤勇罢了。你不必自谦，论这等事，为师不如你。不过今日实在凶险，稍有差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学生受教了。一路舟车劳顿，次日上午，陈燕才回到了平兴县陈家湾。而陈家湾村口早已围满了乌泱泱的人，全都是来看陈燕这个秀才的。呵，真好，咱们陈氏一族可算是出了为秀才功了。族长，小子就是侥幸，才能为咱族里挣了个功名回来。车爷，你也别妄自菲薄。来惹开祠堂。大家都知道读书费钱，赶考更费钱，得收一家子能将燕哥儿攻成秀才，家底子定是空了的。咱们族里终于出了个能人，不能被埋没了。往后燕哥儿的束修、赶考的盘缠由族里出，大伙儿愿不愿意？愿意，砸锅卖铁都愿意。公，咱燕哥儿都是秀才了，不能被困在村里这1亩3分地上。咱陈家湾这么多户，难不成还能供不起一个读书人吗？呵，既然大伙儿都愿意，这事我不愿意。哼。开宗祠，你一个女子前来干什么？陈德夫人呢？得福在县城上工回不来，我替他来看看族里有什么事要擂鼓。祠堂擂鼓，族里男丁尽数要到场。陈德福赶不回来可以，此地却不是你一妇人能来，也轮不到你说话。若再在这儿喧闹，我就替德福休了你。还不走？这都是到现如今还没搞清楚状况。我陈燕现在已经是秀才。他竟还想用妇人那套撒泼打滚来拉我下水，也真是可笑。后被陈氏族长陈炳炎敬告列祖列宗，我陈氏一族后生陈燕，高中院士按手，几时领生。陈炳炎领全族于此敬告列祖列宗，以位在天之灵。车燕去上香。我陈家湾出了魏院士按手，为了给陈燕庆祝，我决定摆3天流水席，大家伙以为如何？我们都听族长的。那行，都别愣着了，族里办事的班子都行动起来的。族里办事的班子干活的效率很高，很快就摆好了宴席。其他村的村长、族长、族老也都纷纷带着礼物前来为陈燕庆祝。然而三房得意的时候，大房这几天却连门都不敢出。谁让你在族长面前多嘴的？咱家为了攻青梅，早就把家底子败光了，如今又在供着川哥，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怎么还能供一个外人读书？族长开口了，你拦得住吗？
现在整个陈家湾都在吃流水席，只有咱们被禁止过去。你让我以后怎么在族里混？我不也是为了咱家？宫陈燕读书了，咱川哥还读不读书？族里就是偏心陈燕，不就是种了个秀才吗？咱川哥读几年书也能中，族里就是把人看扁了，他们瞧不起我，就是瞧不起你陈的福。我自然也不愿意出这份钱，但是这事不能咱家出头，你该撺掇村里其他人出头，咱们跟着附和。你这婆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流水席结束后，陈燕和周继白就一起去了府学，而杨夫子却是满面春风地过起了自己的悠闲生活。却不料这样的日子只过了1个月。你说什么？请夫子与我们一同去府城。你们在府学读书，为师去了有何用？我二人入了府学才知，府学并非整日授课，多数时间都是生员们自学或做文章，只需隔些时日将文章呈上去，给教育看后指点。即便上课，教育们也并不费心教导，只拿着书念罢了。各生员都在府学之外有名师答疑，学生又岂能虚度光阴？你们若有不懂的地方，也可问教育啊，怎么光来折磨我一个糟老头子？夫子该知，教育们不过混日子养家糊口，并不真正在意我等学得如何。而且那府试第2的李景明前来挑衅于我，他说他要在乡试时拿下第1，将我压下去。他已经拜了无言老先生为师，学生若只是靠府学的教育，怕是到时候会真的输给他。既然李景明拜了师，我也拜了师。夫子，我想只要咱们够努力，根本不可能输给他们。你让我跟吴老先生比，人家可是当代名师，我不过一乡野先生。陈燕，要不算了吧？夫子您不要妄自菲薄，您虽没那吴眼名气大，才学却是不输他的。何况您还教出了我这个院案首，还有2名进士弟子，可见您才学不凡。上任状元是吴老先生的学生，你可知？那夫子也有许多地方比他强。哪些地方？夫子比他年轻，还有机会教出更多状元。状元岂是那般好叫的？那夫子你更该努力才是。陈燕说的对，夫子您不可再懈怠了。杨夫子听着2人的说话，只觉得头又扬起来了，最终还是跟着自己的2名学生一起去了府城。就在杨夫子整个人日渐憔悴时，周荣游学归来了。9岁的院案首可力压整个东阳府的柿子了，比我强，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季白，你也别因为一次不忠就因此伤怀，你年龄还小，来日方长。茂居，你先别忙着教育孩子了，这些天可把我熬坏了。我这里还有几坛好酒，咱们今天一定要一醉方休。夫子，我这2个儿子可是苦了你了，这几天我一定把你陪好。陈燕说了，对夫子的多同情一分，就是对我们的前程不负责。我们唯有出人头地，方才能报师恩。时间眨眼过，歇了10来天的周荣要启程赴京赶考了。我游学2年，所感悟全在那幅画里，你可别白费了。我己有所悟，爹要挣个功名，方才能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。好，爹就为你们挣个功名回来。此次茂之必能高中。我也觉得爹这次能高中，最起码望父成龙，会比我自己奋斗得更快。各位老板们，最新几集已经放在左下角小程序里了，想提前观看后续精彩剧情的，可以点击左下角小程序。感谢各位老板的支持与理解。转眼过了半年，周荣荣归故里，高中2甲第7名，进士出身，王知府亲自招待。当晚，周荣便要陈燕和周继白陪他喝一杯。酒伤身，他们还小，不可饮酒。10岁也不小了，浅酌一杯不碍事。再说大梁朝男子15岁成丁，他们2人已经10岁，不算小了。父子共饮有何不可？大丈夫不拘小节，今日为父就叫你们合为酒。李太白曾言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你们放开大胆喝，醉了为父就将你们抱去床上睡就是。阿燕，喝完酒，我们就不是男童，是男子了，干了。连喝杯酒都这般激动，还是志气未脱啊！这一晚除了陈燕，其余3人全都趴下了。才这么一点，不尽兴啊！5月初，周荣回京述职了。陈燕本以为这1年会在繁忙的读书中结束，却不料一群衙役冲进府学，将周继白抓走了。陈兄，不好了，周继白被抓走了。周继白乃是童生，你们岂可随意抓人？我们不过奉命行事，你若有冤屈，去找能胜任的人就是。继白一直在府学读书，从未犯过错，衙役们为何要如此大张旗鼓抓人？他们就丝毫不顾及在京城的周荣啊！
若是周荣出事，而周继白被牵连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为了验证心中所想，陈燕立刻找了组里派的陈老虎，送他去周家湾。才进周家湾的村口，他就被人给拦住。一群衙役把你娘带走了，家里的东西也都被那些衙役搬空。你爹好像是出事了，你可千万别过去，免得把自己也牵连进去。周荣必是出了大事，才会连累到妻儿。避而远之，方可保全自身。此事非你之力可抗衡，不必再奔走。既如此，恳请作诗让我见江氏和周继白一面。行吧。阿燕，他们说爹被下了刑部大牢，许会被问斩。他们有没有说爹犯了什么事？没有。该打电就打电，莫要舍不得银钱，保住性命方才是最要紧的。好，你在外面也小心。我去看看娘。你来做什么？娘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你娘并非我，别瞎喊。你不过是我们周家故意交换报错来替祭白挡灾的。当年那稳婆是我花钱收买，故意将你娘引进我所在的屋子生的，也是我收买稳婆将你和祭白交换。为什么要交换？我怀孕时，算命先生就说我儿今生命途坎坷，唯有找人替他，才可使他免遭磨难。恰好你娘与我的生产之日极近，我就让人将你娘引到我家中，趁着她生孩子疲惫不堪时，将你换来周家。为何又要把我和周继白换回来？你太不知长进，300千也不学，我儿又在陈家受苦，我就换回来了。既然如此，你根本不该在此时将这些事抖出来。要利益最大化，就该与我演一场母子情深，让我拼尽全力救你们一家3口。你一个小小的秀才，再努力也救不出我们一家3口，我何须继续伪装？我虽没权，可有钱，让你们过得舒服些。你既然如此，为你儿周继白着想，就该知道，只有我才愿意为他奔走相告。你就是替我儿挡灾的，若不是你还想帮我们，像你这样别说在官场走不远，就是想自保都难。娘，钱你该打电就打电，孩儿改日再来看你。怎么样了？还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季白和周夫人怎么样？季和白他娘只是精神不济，其他倒还好。你与我说实话，他们究竟怎么样了？季白的腿被打得血肉模糊，站不起来了。我娘浑身上下都是鞭痕，该是受了不少刑罚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德寿就和陈燕去往县城。有些事不是你能管的。府台大人和大宗师都跟我说过此话，如今连永昌你也要如此劝阻我吗？京中传来消息，太子尹五谷被废了，朝中动荡，不少为太子教区的大臣被下了大狱。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银子？你我之间谈什么借不借的，我就先支给你500两银子，待你有空闲了，将4书画完给我就是了。谢谢了。随后陈燕在药铺买了一些外伤的药，便再次来到牢狱。我爹出事了，你们别再来了，以免牵连你们。今天过后，我就不会来了。阿燕，你果然比我更聪慧。此事涉及废太子，必定会牵连大批人。以咱爹的官阶，至多是被风浪卷到了。如今你要做的是好生保重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我自会保重。他们若要审问，多给些银子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谢谢。你我兄弟不必讲这些，努力活下去。待我入了朝堂，必能找准时机救你们。想吃什么就让狱卒去买。过了这阵，我会再想法子送银子进来。你又来做什么？难不成你连何为自尊自爱都未学吗？我只看过季白，他的腿腐烂严重。娘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见你。这最后一面也没甚必要。爹被卷入废太子案，前程尽毁。我仔细想过，你们性命无忧，极有可能事被发配。如何发落，还是要看朝廷如何处置，并为你们走入绝境。不过娘做得对，我是该与你们断绝关系。若我也被卷入其中，我们就再无翻身的可能。这就是我们的命，认了就是。阿燕，你有大好的前程，莫要为了我们而葬送。乐凡四训有云：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，何来认命？便是诸葛孔明也无力改命，可见此间如何艰难。我儿不过10岁少年郎，何苦担下如此重担？当年我有私心，只心疼自己生养的儿子，便想随意找个与儿差不多时候出生的孩童来受苦。可你小时候奇怪，从不大哭，我就越发愧疚。你爹得知此事后，与我闹了好大一场，我们就将你们换回去了。娘只有2个儿子，季白几经过得够苦了，娘便希望你能过得和美，切莫背负这等重担。既如此舍不得大狱，干脆和他们一同住进去就是，何必还出来？高家已经落魄到连饭都吃不起了吗？竟还要高二公子到处抓耗子。
嘴皮子再厉害又如何？在权势面前，你那些小伎俩一文不值。难不成周家人被抓是你高家仗势欺人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如果不是你高家动的手，你高家就是连我一个小小的秀才也按不死，有什么脸在我面前大谈权势？高监3年丁忧已经结束了，还不回京，是回不去，还是想在家养老？与你何干？高监不回京，你们高氏一族最大的官也不过一个从4品，谈论什么权势？即便是从4品官员，想要碾死你一个小小秀才，照样如碾死一只蝼蚁般容易。真如你所言，我怎么还好好站在这儿？你是好好的，周荣的命可就不一定保得住。还有你那个养母和兄弟，此次必不能无损脱身。你也别心急，很快就会轮到你。哼，果然是高家。我陈彦弼会金榜题名，进入朝堂，将你整个高家拉下马，让你高家再无翻身可能。你高家尽管来拦我。想扳倒我高家的人多的是，可惜无人成功。就凭你一个农家子也配？就凭我是平兴县人，凭你们高家在平兴县失了民心，这片地要长出新的大树，老树也该腐烂倒下了。哼，你果然是个大患。高家才是平兴县的大患，只是因觉得他人有潜力，便要不惜一切代价毁掉对方。有你们高家在，平兴县的天就晴不了。你待如何？请高家赴死。哼，那就看看是你死，还是我高家亡了。阿燕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府衙。去府衙为周大人他们伸冤吗？此事不是他一个知府能管的。如今我要做的是先保全自己。高家势力比知府大，他会为了你去得罪高家吗？所以我要去向他展现我的价值，让他知道保全我比和高家结好对他更有利。上回给你说的话，你可听进去了？学生谨记作师的教诲。如此甚好，你有大好前程，何苦将自己埋没？学生到如今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能做的也不过帮周夫人合计白送几件御寒的衣物，送上一顿热乎的饭菜罢了。能在他们如此危难时刻还送上衣服与吃食，即是雪中送炭。他们虽关在府衙，却是上头下的令，本官也是无可奈何。学生能送衣物等进去，自是成了作师的恩情，学生铭记于心。学生此番前来，便是特意来感谢作师，顺道给作师送上年礼。年礼何在？此年礼需作师自取。作师在东阳府修水利，剿土匪，功绩卓著，想来任期一到，极有可能入中书。中书想在寸进，便极难。恩师何不在东阳积攒更多政绩，入中书时谋得更好位子？所以呢？如今东阳府已安定，可百姓依旧吃不饱穿不暖。若能建立一个庞大的产业，让东阳府许多百姓参与其中的产业，问题即可解决。大梁以农为本，若人人都去行商，但谁种粮食哪儿来？东阳府本就有商人自会售卖，百姓农忙种地，农闲做短工挣工钱，互不妨碍。商人逐利，想要多赚钱，必会雇佣工人长久干活，不会任由工人回乡种地。若真建立产业，大可由官府出面雇佣百姓，再让商人来官府进货，拿到别处去卖。府衙赚的银子能用于东阳府的水利、修建等改善民生之事，又可多收商税进献朝廷。如此一来，作师可谓真正的造福一方。若官府主管此事，这上上下下就乱不了，百姓能赚些钱过富足日子，府衙也能有银钱。那作何产业呢？盘蛇山脉绵延上百里，树木众多，可造纸。大梁造纸之地不计其数，若是不是什么上能好纸，也赚不了什么银钱。不是写字的纸张，是如厕用的草纸。陈燕推荐的自然是现代的卫生纸。草纸倒是卖的人少，可我等并不知如何做。学生此前看过一本古籍里对此有记载，此时正好当年李宋于作诗。王申垂眸看去，只见纸上画着两人从伐木到剥树皮、泡树皮的详细步骤，一直到做出草纸。你有何条件？学生给作师送年礼，岂敢有条件？如此宝贵的方子，便是孤本里有记载，那孤本也该是极为难得。想来陈彦得之必是千难万难，竟真就轻易给了我，你就不想救你的养父吗？明知不可为，学生若执意逼迫作师帮忙，又岂是君子所为？学生乃是东阳府人士，必是希望东阳府百姓能安居乐业，也希望作师能步步高升。年礼几送至，学生便不打搅作师了。怎么样？送出去了。还好还好。现在该去拜访大宗师了。最近在府学的日子学得怎么样？府学并不严苛，给学生更多空闲自学。只是学生官村中农户目不识丁，有些竟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。若能有夫子教他们写自己名字，往后再遇到交税粮等事时，不用随意画个记好了。此事艰巨，不是我一个提学官能管的。
即便花重金建好了私塾，再请先生授课，有闲工夫来上课的又能有几人？不用这般麻烦，只需派些先生傍晚去各个村教写几个字，村里谁有空谁去学也就是了。至于纸笔都不用，一盆水一支笔就可在地上写字。妙啊！先生一支笔就可走遍10里8乡，若东阳府的百姓识字量大增，就算是我和若水的一大政绩。待陈燕出来后，天已经渐渐暗了。陈燕和陈德寿随意找了一家客栈住下。有提血官和知府大人2个大官保你，应该没事了。他们2人不够，只有高家的政敌能护住我。不过我这样做，爹你怕吗？高家那样的高门大户，莫说咱们一户农家，就是整个陈氏一族也不能与人家抗衡。今日若换成爹，怕是几经低头求饶了。爹为何不拦着我？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就算读了几年书，也只知种地。你既这般做，定有你的道理。爹能做的，就是在背后陪着你。前世是个孤儿，从未感受过父母亲情，没想到穿越后，我得到了2对父母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在大梁已有了不少牵挂。待到第2天回到陈家湾，就被柳氏告知，今儿个有官差来咱们村，说是要抓阿燕。好在阿燕不在，那些官差被族长给打发走了。